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暑气入体，累狠了。我开3副药，先清热解毒，再固本培元，喝下去，安生躺半个月，切记不要再下地。有劳张郎中。凭什么？就因为三叔的儿子明文背了几句三字经，就要全家供他读书？我同样渴望笔墨纸砚，却要用命去换他的前程。渊儿，好些了吗？哥，你没事吧？元申父子2代被欺负得死死的，既然我穿越过来，就不能重蹈覆辙。我是古文学院士，我就不信靠科考闯不出一片天。哟，大哥在家呢。明渊这身子可真金贵，下地割几天麦子就躺了3天。郎中瞧了，药也抓了，还打算躺到什么时候？明渊也成年了，体质不可能这么弱。我看他就是想偷懒，不下地干活了。我家明渊顶着毒日头割了半个月麦子，郎中都说要躺半个月，到你嘴里倒成了偷懒儿。我不过关心侄儿一句，你每天照看你家儿子，家里的事不要人干。三婶，家里哪样活计我母亲没做？饭是她做，衣是她洗，她还做刺绣补贴家用，哪里偷懒了？做点家务怎么了？陆家的饭你们一家没吃，陆家的房子你们家没住。我男人供养你男人读书这么多年，我儿子又为了你儿子安心读书下地干活。你给我闭嘴！再敢欺你大嫂！吵什么吵？当我是个死人吗？老大媳妇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是族老们定下的事，你想造反不成？奶奶，我也要读书。明渊，你刨地都刨不明白，还读书？当年是你自己选了锄头，说读书没意思。现在看你堂哥穿长衫，被夫子夸，就后悔了？堂屋议事，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娘，家里就这个光景，砸锅卖铁才供得起一个读书人。眼看明年开春要考县试，哪还有闲钱给一个3心2意的人折腾？娘，赵氏说的在理，当年是明渊自己选的，读书也讲天分。明文是镇上夫子都夸过的读书种子，明渊这些年在地里也惯了，怕是白白浪费钱粮。你胡说！我儿子怎么就不是读书的料？闭嘴！从文，你是他爹，也是这个家的老大，你说。大哥，你忘了爹临终前怎么说的？他是陆家唯一的指望，你只能为了渊儿一时胡闹，毁了他的前程。爹的遗愿，奶、三叔、父亲，当年是我自己选了锄头，可那时我见识浅薄，哪里懂什么读书前程，只知道跟着爹下地是本分。这些年，爹累弯了腰，娘变卖嫁妆，全家为了读书2字喘不过气。我现在懂了，地里刨不出陆家的富贵，也刨不出陆家的荣耀。我要读书，我要像爹的名字一样做个文人，恢复陆家往日荣光。三婶说明文哥天生是读书的种子，可我听说县试每年一考，明文哥如今刚满18，已经考了3次，连县试都没过，这似乎并不像天生的读书种子。奶奶，郎中说我半月内不能干重活，我想讨这半个月，不用家里1分钱，用树枝在地上写，借明文哥的旧书看。半月后，请您和父亲、三叔考考我，若读不出名堂，我今生绝不再提读书，下地供明文哥读书。若能读出名堂，只求准我和明文哥一起读书，给我半个月，也给陆家多一个机会。半个月几本旧书，家里不用出钱。若你能读出名堂，陆家便多一分希望；若不能，往后老生事种地，谁也无话说。好，就依你。从志，把你家明文看过的书拿给他。这半个月，家里不指望他干活。半个月后，我亲自考他。娘！闭嘴！娘说的是，我这就回去给他拿书。
奶奶，您吃，我也有些饿了。还是明泽懂事，奶奶不饿，明泽吃。还傻站着干什么？没听见我孙子饿了吗？还不赶紧去做饭！凭什么给那混账东西机会？当年是他自己选的锄头，现在他想反悔就反悔。明文，明年就要限斥了，多一个人读书，家里的钱就要分走一半。你嚷什么？今天我要敢说不，大哥一家会恨死我们，娘也会觉得我容不下侄儿。那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他。便宜？他不是想当读书种子吗？我成全他。你的意思是？给他孟子。明文起学后，学孟子用了3个多月，还是夫子逐字逐句教的。陆明渊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泥腿子，没人教，半个月想读懂孟子，半月一到，他连一句话都说不通论。朽木疙瘩的名声就是他自己坐实的。到那时，他滚回去种地，大哥一家也再没脸提读书。大哥、大嫂，书我拿来了。从志，辛苦你了。孟子，三弟，你这是……大嫂别误会，本想拿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，可明文明年要下场，那些书都带去县里私塾了，家里只剩这本《孟子》。明渊既然敢在娘面前立军令状，想必有几分把握。若他真是读书种子，起点高些，直接学孟子，岂不更好？你分明是故意为难我儿。娘，三叔，多谢三叔。侄儿若真是读书的种子，便不该为难。夜里风凉，侄儿身子弱，就不陪三叔闲话了。那大哥大嫂，我先回去了。明渊身子要紧，你们也早些歇着。我知道三叔的用心，但奶奶肯给半个月，已经是机会。这书我必须接。孟子见梁魏王，王曰：“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吴国乎？”这些复杂字形，只看一眼，意思竟全都明白。刚才那段文字，竟一字不差。世信足以亡也，百姓皆以王有爱也，臣故知王之不仁也。一字不差，依旧是一字不差，过目不忘。读书的种子，我何止是读书的种子？满师出，只睡2个时辰，却没有困顿。过目不忘给了我效率，这精力又给了我常人2倍的学习时间。孟子见梁会魏，世卿自求。当年我信了三弟的话，亲手折断了儿子读书的路。如今他肯读，爹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给你挣出机会。原来如此，过目不忘不是没有代价。1个时辰的高强度记忆会耗尽精力，有极限就能掌控和提升。哟，这不是发宏愿要考状元的读书人吗？这才什么时辰就不读啦？我们明文每日晨读3个时辰。有些人嘴上说的好听，没那个耐性，也没那个命，装神弄鬼。疲惫散了大半，太极拳竟能恢复精神力，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第1个礼。醒了。哥，哎，哥在。
哟，崇文，捡到金元宝了，看把你乐的！哪有啥喜事儿？是不是你家明文又得先生夸奖了？不是明文，是我家明渊也开始读书了。哈哈哈！你家明渊，那个常年下地的明渊，他读书？哼，筋骨都定型了，现在捡书本还能读出名堂？我儿子想读，我就让他读，万一就成了呢？行行行，等着喝你家状元酒。父亲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当家的，这是我这个月攒下的绣活，一共20匹帕子，你明日去县里把它们卖了。卖了给你换身衣裳吧。不换了，明渊要读书，总不能连像样的纸笔都没有。这些帕子应该能换1两银子，给他买笔墨纸砚，剩下的买几本旧书。从志家的，从志在不在家？赵大爷，是不是我家明文有信捎回来了？明文少爷让我带话，说他明日就从县学回来了，让你们提前拾掇屋子，再备些好吃的。他在县里念书清苦着呢。我们家明文回来了。啊，好，回来的好。老婆子，娘，快出来！明文要回来了。我的好孙儿要回来了。明文回来得去祠堂给老祖宗上炷香，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也得让村里那些长舌头看看，我们陆家是要出状元郎的。从志，去把后院那只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，给我好孙儿炖锅鸡汤，好好补补身子。读书最是耗费心神，可不能亏待了。娘说的是，明文可是咱们家的宝贝疙瘩，不像有些人不干正事儿就知道瞎折腾，白费粮食。从志，这么早等明文少爷呢？那可不，明文在县学里念书辛苦，难得回来一趟，我这当爹的总得来迎一迎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渊儿，你怎么知道？一听说我们家明文要回来了，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，这不就乖乖滚回地里刨食去了？泥腿子，终究是泥腿子。娘，书已经分析完了，我去地里帮帮爹。你来做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回去，快给我回去读书！爹，今天的书我已经温习完了。温习完了？那本《孟子》何其厚重，圣人经典岂是你1天2天就能看完的？是不是听说文文要回来了，你心里就打了退堂鼓？没有，爹，书我已经背熟了。背熟了？这才几天你就背熟了？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叟，亦有仁义而已。上下交争利，而国危矣。未有仁而依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我前天晚上才把书给你，你就用了1天就都背熟了。爹，您不信，您随便考。我考你那篇那讲50步笑百步的后面是什么？田然古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移兵而走，或100步之后止，或50步而后止。那句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前面是怎么说的？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，所以动心忍性，过目不忘。你真的过目不忘？爹，我没有骗您，孟子我已经全部记下了，今天晚上就让奶奶和三叔他们考教，张弛有度，方能长久。好啊！不，你不能干这个，你的手是用来拿笔的，这些活爹一个人就能干完。你快回去看书。不，别看孟子了，爹明天就去县城把那些帕子卖了，给你买新书，买全套的，买最好的。从文可以啊，今年收成不错。那是自然。你家明渊不是在屋里用功吗？这才1天，怎么就跟着你下地了？
莫不是吃不了读书的苦，想通了？别这么说，明媛，读不进去就算了，不是那块料，强求也没用。回来跟你学种地，将来也是个好庄稼把式。你们懂个啥？我儿子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那本厚厚的书，一天全都背下来了，一个字不差。他是看书看完了，心疼我这个当爹的一个人在地里受累，才出来帮忙的。我儿子是读书的好苗子，更是个孝顺的好儿郎。你这是高兴糊涂了吧？就是一天背完一本孟子，献学里的秀才老爷也不敢这么说大话呀。行了，知道你心疼儿子，想给儿子脸上贴金，咱们都懂。爹，回去吧，跟他们说不着。你娘这是咋了？娘，我已经把孟子背完了，爹已经考教过了，不信您可以问爹。我知道您不信，没关系，今晚三叔和明文堂哥就要回来了，奶奶肯定要当着全家人的面考教我和明文的功课，到时候您和爹就坐在旁边听着，儿子是不是在用心读书，是不是那块料，到那时候您一看便知。哥，我有些饿了。明文啊，你可得记住了，陈夫子说的话那都是金玉良言。今年县试一定要一举拿下案首，给你爹，给你奶奶，给咱们陆家长长脸。何止是县试，我老婆子今天在祠堂听族老们说了，只要明文过了县试，入了府学，将来就是秀才公，是举人老爷，咱们陆家就要出第二个读书人了。娘，三弟，明文回来了。娘，磨蹭什么？明文在县学里苦读，难得回来一趟，饭菜怎么还没好？还不快端上来！哎，好了，马上就好。哥，肉真香。明文，多吃点儿，读书最是耗费心神，得好好补补。这只鸡就是专门给你炖的。谢奶奶。娘，你也太偏心了，就惯着他。吃吧。哎呦，大哥大嫂就是疼儿子。民妖今天没念书，跟着大哥下地割了一天稻子，可不是累坏了，是该吃块鸡肉好好补补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不是那块料，偏你们不信邪，非要让他装模作样的读一天，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们大房丢尽了。娘，渊儿他……三叔送的那本木子，侄儿已经背完了，书既读完，自当为父亲分忧，下地做些力所能及之事，这亦是圣人教诲的孝道。哎呦，我当是什么大道理呢？你当自己是文曲星下凡，还是圣人夫子转世？真是笑掉人的大牙！明渊啊，莫言说这等玩笑话，一天看完孟子便是县学的陈夫子亲至，怕是也做不到的。好一个逆子！今日我若不请出家法，往后还不知要教出个什么无父无母七辈的孽障来。母亲何必这么着急？明渊有没有撒谎，考教一番不就知道了？哟，大哥这是怎么了？平日里最是老实本分，今天也跟着儿子学坏，学会合起伙来骗人了，省得传出去，到时候我们三房容不下侄子，刻意打压。明文，你就在县学念书，平日里夫子也常拿孟子考教你们，今日便由你来考考你堂弟。堂弟，既然你如此自信，说已将孟子尽数背完，我便借着前几日陈夫子在学里考教我的一个问题，来考教你。孟子告子上有言：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夫子问：何为义？请堂弟为我等解惑。堂哥在县学里，陈夫子可曾教过何为孝？孝者，善事父母也，此乃入门时便教的道理，何须夫子多言？说得好。那敢问堂哥，若父母将亡，须以己身为药引方能救主，此时是孝大还是生大？生是人之本能，如草木向阳，如飞鸟归林。但人之所以为人，而非草木禽兽，便在于除却本能之外，心中尚存有更重之物。于我而言，父亲为我父，母亲为我母，他们与我性命，与我衣食。若有朝一日需我舍生以全孝道，那孝便比生更重。于将士而言，
家国在后，百姓在后。若有朝一日，需他舍生以为家国，那忠便比生更重。于读书人而言，心中道理，人间公义，千古传承。若有朝一日，需我辈舍生以存大道，那义便比生更重。故而义并非虚无缥缈之物，它是孝，是忠，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理，是这天地间应该长存的公道。这便是我对夫子之问的解惑。堂哥，以为然否？渊儿说得好听。承文公下，公孙丑问曰：一篇你且背来。公孙丑问曰：不见诸侯，何意？孟子曰：古者不为臣不见，断干木。背的倒是熟练，可你当真理解其中含义，又如何是天？存心者，存良心，存本心也；养性者，养善性，养天性也。至于是天，顺应本心善性，尽自己的人事，便是顺应天命，这便是是天。堂哥，我背的解的可都对？对，就是如此。呀，刚刚被滕文公下时，竟漏了一句，中间这句古者的宣和不见，竟是说中了。看来只看一天，终究是根基不稳，错漏百出。明文哥苦读10年，学问扎实，想必是一时太过劳累，竟也没注意到小弟的错处，是小弟的不是。我文章还没温习完，先回房了。明文，你个小畜生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们陆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心思歹毒的孽障？三婶说笑了，明文哥寒窗苦读近10年，尚有疏忽之时，我一个初学之人，记错了，岂非理所应当？你！奶奶，您消消气，喝口汤。谢谢哥。心意，奶奶收到了。你懂得孝敬长辈，这是读书人最要紧的本分。奶奶没白疼你，可奶奶年纪大了，肠胃不好，吃不这般油腻的东西。倒是你，正是耗费心神需要养身的时候，何该多补补。谢奶奶。既然开了窍，成了读书的种子，那地里的活儿以后就别沾手了。家里的事有你爹，有你娘，还有我这把老骨头。你的事就义庄读书。这几天你就在家里把看过的书再温习温习。等过了这阵子，我让你爹带你去县里进私塾，正经的拜个先生。我去看看铭文那后生。出息了，我儿出息了！哈哈哈哈！多吃点儿，爹不饿。渊儿，娘的好儿郎，以后让你外公家那些人也好好看看。我王氏的儿子比谁家的都强。哥，你也吃。那个小畜生，真是歹毒的心肠。明文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走了狗屎运，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娘，没用的，今天这事儿一出，奶奶的心已经偏到他那边去了。爹娘，我这次回来是想跟家里商量一件事，只是那属需要20两银子。我本想着我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，全家供我一个，这20两银子，爹娘和奶奶咬咬牙，大伯婶娘那边再出力，总能凑出来。可现在陆明渊那人突然冒了出来，奶奶还亲口说要送他去私塾，这笔钱家里断然不会再为我出了。那怎么成？我儿的前程怎么能被那个小杂种给耽误了？不行，我这就找老太太理论去。你给我站住！哭闹有什么用？老太太现在正在兴头上，你去不是自讨没趣吗？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我儿的前程被毁了。放心，儿子，你只管安心温书，这20两银子，爹给你凑。你哪来的钱？你忘了，这些年王氏零零散散当了一些，可我听说那箱底儿还压着几件最值钱的宝贝呢。这20两银子本就该是铭文的。你莫不是疯了？大嫂那箱子是她的命根子，老太太也盯着呢，我们怎么动得了？我何时说过要硬抢？这世上的事儿，硬抢是下策，让人心甘情愿的掏出来才是上策。你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明日看我行事便可。铭文的前程断然耽误不了。
你这是去赶集？是啊，娘，家里没几个钱了，我寻思着去县里把这些东西换了，给铭文添几支笔，买2刀纸。路上小心些，早去早回。哎，卖布了，75文一匹，鸡蛋5个，只要14文。要是不是你在谁不知道这那真是的。陈夫子安好。晚辈陆从志是铭文的父亲，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孝敬夫子您买茶喝的。是铭文的父亲啊，坐。不知你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不瞒夫子说，我家铭文向来痴心向学，我们做父母的也是砸锅卖铁的供着，这后生也还算正气。听他说这些年多亏了夫子您的悉心教导，学问大有长进。夫子，晚辈有个不情之请，晚辈斗胆，想请夫子您屈尊，明日到我们陆家村走一趟。您只需当着我那老娘的面夸一夸铭文，就说他天资聪颖，读书用功，此次县试不说10拿9稳，便是将来的府试也大有可为。既然你这般有心，明日午后老夫便抽空过去走一趟。哎呦，多谢夫子，多谢夫子。怎么才500文？我那些布就算比不上大嫂的手艺，卖个7、800文总是成的，怎么会这么少？当家的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当家的。这么说，铭文的20两束修稳了？何止是稳了，明日陈夫子一来，老太太一高兴，别说是20两，便是30两，她也得心甘情愿的从大房那箱底里给咱们掏出来。老三家的，从志今天去县里换了多少钱回来？娘，就500来文。如今这行情，什么都不值钱。哦，500文，难不成是三婶的手艺出了问题？虽然比不上母亲绣出的布匹精细，每次出去卖上800文总归是不成问题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三叔家里肯定谋划着什么。请问老先生是？老夫陈远，青松书院的夫子，来寻我的学生陆铭文。哎呀，是陈夫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是铭文的夫子，哎呦，稀客，真是稀客。老夫人安好，老夫今日回乡探亲，恰好路过贵村，想着铭文这后生平日里用功，便顺道过来瞧瞧他。老婆子，我见过读书人，可没见过夫子您这么疼学生的。快搓文家的，去把那只芦花鸡杀了。是，今日定要好好招待夫子。老夫人，你这个孙儿了不得呀！老夫执教20余年，见过聪颖的，见过刻苦的，却少见像铭文这样既有天分又肯下苦功的。不瞒您说，此次县试，依老夫看，铭文是10拿9稳。若是他能继续保持这股劲头，将来金榜题名不敢说，一个秀才功名怕也是8、9不离10。好，多谢夫子吉言，多谢夫子栽培。秀才公，祖坟冒青烟了。娘，陈夫子的话您听见了？听见了。我活了这把年纪，耳朵还没聋。那您听出什么来了？听出我大孙子有出息了，能考秀才了。是啊，可您想过没有，陈夫子为何只敢说文府是8、9不离10，却不敢说金榜题名？这读书的事儿，谁敢说的那么满？非也。娘，您想，陈夫子自己是个什么功名？秀才啊。这就对了，跟着他，铭文的前程也就止步于府试了。娘，这正是天要兴我陆家。我今日去县里，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城里有名的大户高家新开了一间府学，请来的先不是秀才，而是真正的举人老爷。举人老爷？没错，只要铭文能进去，别说秀才，将来入仕做官，光宗耀祖指日可待。去，必须去，砸锅卖铁也要让铭文去。这束修要多少银子？20两。好，20两就20两，从文从志，你们2家一家出10两，无论如何要把铭文送进去。娘啊，这些年为了供铭文读书，家里早已是东挪西凑，家徒四壁，儿子拼了命的挪用，也就能凑出来5两银子。是啊，娘，我们2口子没日没夜的干，也就勉强糊口，哪里还有余钱？你也是为了这个家。娘，我们大房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明渊读书也要花销，家里一年到头刨去吃穿用度，剩不下几个子儿。怎
怎么会没有？谁不知道大嫂你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可是带了不少嫁妆，那箱子现在还压在你们床底下呢。大哥大嫂，为了铭文的前程，为了我们陆家的将来，大嫂您那份嫁妆是不是也该拿出来了？不行，那是给我家明渊留的。大嫂这话说的，明渊才多大，可咱们铭文眼看就要一飞冲天了，这节骨眼上难道要因为区10几两银子断送了我陆家的麒麟儿？什么叫区10几两？那是我爹娘。大哥，你难道忘了爹临终前的嘱托了吗？大哥，我知道你疼明渊，可明文也是你的亲侄儿啊，看着我们陆家再沉沦几十年。明文，给你大伯大娘跪下，告诉他们，你将来若是有出息，要怎么报答他们。大伯大娘，今日若能得大伯大娘相助入高家府学，他日若能金榜题名，定不忘大伯一家恩情。我陆家门楣必有我陆明文光复。好了，老大，你家出15两，老三家也不容易，就出5两，凑足20两，明早就让你弟弟带着明文去报名。这一切都太巧了，陈夫子为何偏偏在三叔去县城后的第2天顺道而来？我没有证据，必须去趟县城。怎么就硬了啊？你怎么就那么软？那是明渊的命根子，明文是读书种子，难道咱们明渊就不是？拿什么去读书？孩儿他娘，你小声点儿，娘都拍了板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是老大，我不带头，这个家就散了。再说了，老三也当着娘的面立了誓，等明文出息了，过2年明渊要去府学，他们家砸锅卖铁也一定全力帮衬。先紧着明文吧，毕竟他就差这一步了。一步，他的那一步就要踩在我们明渊的骨头上吗？当务之急是去县城戳破三叔的谎言。爹，我去那边买点吃食，马上回来。快去快回，路上当心。公子，有事儿？大叔，向您打听个事儿。昨天下午是不是有个叫陆从志的人来过这里？是有这么回事，说是来拜会陈夫子的，还拎着2位肥鱼、1小坛酒，在里面待了快半个时辰才出来。果然如此，这哪里是顺道拜访，分明是早有预谋的收买。大叔，想再请您帮个忙，我们家就在城外10里的陆家村。我想请您跟我回去一趟，当着我家里长辈的面，把您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您闲着也是闲着，来回不过2个时辰，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。成，左右无事，就跟你走一趟。明渊，这位是？爹，回去再说啊。奶奶，奶，这位是青松书院的门房大叔。三叔，你昨天跟我们说，是陈夫子下乡采风，顺道来了我们家，夸赞明文堂兄有秀才之姿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可这位大叔说，你昨天下午拎着鱼和酒亲自去了书院，在里面待了半个时辰，书院里不少人都看见了，不知三叔去书院所谓何事？老太太，这公子说的没错，昨日午后这位爷确实去了书院，还给陈夫子带了礼，我们书院好些人都瞧见了，做不得假。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再提。明文去高家府学的事儿，回头再论。明渊，你过来。陈夫子那里咱们不去了，直接去府学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要供你进府学读书。我去宗祠借钱。奶奶，孙儿心领您的厚爱，但孙儿以为现在还不是去府学的最好时机。为何？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府学的先生皆是饱学之士，甚至不乏举人老爷，更会给先生留下一个根基不薄、好高骛远的坏印象。往后想要弥补，难如登天。孙儿想，读书不争朝夕，根基最为重要。我想先跟着村里的赵先生，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这些入门经典彻底吃透，再读通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如此最多不过1年半载，待根基扎实了，再去府学拜师，方是正途。而且
孙儿在家中，只要有书可看，便能时时向赵先生请教，与在县里读书并无太大区别，这样也能为家里省下一大笔开销。好啊！听见没有？都听见没有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陆家这是要出一位麒麟儿了。家族的认可建立在期望上，一旦表现不如意，随时会消散。《西游记》图文并茂，在这个时代绝对是降维打击。充满了后世新闻标题的精髓，简单、粗暴、直击人心。在这个还不懂得营销的时代，这样的标题显然能吸引所有人的眼球。一夜未眠10000余字，精神上的亢奋让我几乎感觉不到疲惫。明远，走。陈奶奶，您这么早，劳烦通报一声，陆家老婆子带长孙明渊求见先生。先生，请二位进去。老太太请坐。这后生看着已经不小了，筋骨已成，常年劳作于田地，错过了打根基的最好时机，为何现在却又想起要读书了？先生，您听我说，我这孙儿，他不是凡人呐，他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是我们陆家的麒麟子。您别看他年纪大，可他聪明。孟子那么厚的书，他一天。先生，您一定要收下他，他将来必定是有大出息的。老太太，切莫如此玩笑。为人祖母，望孙成龙之心，我能理解。哎，也罢，念在老太太您一片爱孙之心，又在这门外苦等了半个时辰，我便应下此事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读书是苦差事，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非有大毅力者不能成。我只负责教，至于能学到多少，全看他自己的造化。愿意，他肯定愿意。快，明渊，快给先生磕头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。这是束修，不成敬意，还望先生不要嫌弃。明渊，你就在这儿好好跟着先生读书，家里什么都不用你操心，你只管读出个名堂来，给咱们陆家争口气。坐吧，把你识得的字、会背的书，都与我说说。回先生话，晚辈在家中曾随母亲识过一些字，也曾听过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与《千字文》。既然听过，想必温习起来也快。你便在这里看，什么时候觉得温习好了，便告诉我，
我再来考教。若只是囫囵吞枣，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我是不会收的。是，先生。前世的记忆如同蒙尘的古镜，此刻书册在手，强大的精神力让记忆迅速变得清晰通透。先生，晚辈温习完了。这么快，你确定都记下了？是。曰春夏，曰秋冬，此四时运不穷。后面是何句？回先生，后面是曰南北，曰西东，此四方应乎中。子拱楚孽。下一句。凿沟熬溶，增物杀耶。接下来。养居虚风，朝官蒯相查后两句。后惊鸿有主全录。龙师火帝，鸟冠云皇，何解？续其后句。回先生，此句言的是上古伏羲神农少昊皇帝4位帝王，伏羲以龙祭官，神农以火祭官，少昊以鸟祭官，皇帝则以人皇治世。始制文字，乃服衣裳，推位让国，有虞陶唐。这后生当真有过目不忘之能，要么便是夜里早背的滚瓜烂熟，心性坚硬。无论是哪种，今日我赵某人捡到宝了。好一个始制文字，乃服衣裳。这几本《弟子规》《增广贤文》《太公家秀》，你且带回去，明日此时再带过来，我每日都会考教。渊儿如何？先生可收下了？母亲放心，先生收下了。先生还另外赐了3本书，让我带回来看。好，收下就好，收下就好。我需要钱，读书科举离不开银子，不能再让母亲变卖嫁妆，不能再给父亲添重担。我必须靠自己写话本，去县里书坊投稿换启动资金。哥，尝尝。好吃。熬出头了，终于要熬出头了。今晚起，我要熬夜把那几匹最好的料子绣出来，拿去县里卖个好价钱。渊儿是读书人了，得给他换一套上好的文房四宝。3万字，足够了。爹，我明天想去一趟县里。去县里做甚？你刚拜了先生，该在家好生读书才是。正是因为拜了先生，才要去一趟。先生考告我的功课，我答得尚可，只是孩儿觉得所用笔墨纸砚太过粗劣。我想去县里书坊看看，顺便也长长见识。卖画本一事，在没有见到银子之前不能说，免得爹娘空担心。好，那就去。正好我把家里前些日子熏好的几条腊肉也带上，一并卖了，给你换些好笔墨。我平日闲来无事，写了几篇画本故事，想问问县城里可有书坊收购文稿。要说价钱和胆量，还是林家的汉墨轩最舍得。若《西游记》能卖出去，读书和家用便都有了着落。这位公子是买书还是卖书？卖书。这是什么画本？竟有如此气魄的标题！
少爷，少爷，这个画本嘛，想法倒是不错，有些新意，但是嘛，行文还是略显稚嫩，有些地方的描述太过夸张，不合情理。比如这猴子怎能与天庭对抗，纯属无稽之谈。再者，这字里行间匠气太重，少了些文人风骨。原来如此，既然林少爷觉得着作不佳，那便请将书稿还我，在下再去对接的文渊阁问问。哎，等等，公子，别急，别急嘛，凡事好商量。方才是我说笑的，你这书写得好，写得好极了，这画本我要了，15两银子怎么样？而且若是卖得好，每本书的利润我再分你2成，如何？20两银子，另外不是2成利润，是5成。5成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我的画品只在你汉墨轩一家卖，独家。20两银子虽多，但只要第一册能卖出300本就够了，这生意能赚大钱。好，就依你，20两银子，5成利，我汉墨招独家发售，先付定金5两，算是买断这前3万字。待你送来后续3万字的稿件，我便将余下的15两，连同第一册的5成利润一并与你结算。可立字为证啊？那是自然。5两银子给你。如此，我便告辞了。7日之后，我会带着后续的3万字再来。好，我等你。渊儿回来了，可逛好了？渴不渴？爹给你买碗茶去。爹，我不渴。这是什么？渊儿，你这银子是哪儿来的？你莫不是做了什么傻事儿？爹，你放心，这钱是我用笔杆子堂堂正正赚回来的。那你手上这是？笔墨纸砚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儿子要读书，要科举，买了些笔墨纸砚。就这些东西，得花多少钱？2两银子。2两银子？是不是你娘又把她的嫁妆拿去当了？不是娘，这2两银子买笔墨纸砚花了，剩下这3两，我们正好买些盐巴和肉食回去，给娘和阿泽补补身子。5两银子，这渊儿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分明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写出画本卖钱有什么奇怪的？买盐巴和肉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爹今天这担子货卖了也能挣些铜板，财不露白。要是被人知道了，保不齐生出事端。明白。上好的鲜肉嘞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母亲，我写的画本被书方相中，拿到5两定金。好儿郎。你看出来没？大哥家今天不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儿？不就是炖了锅肉吗？现来什么？你懂什么？问题不是肉，是买肉的钱。我问你，你最近有没有瞧见大嫂拿什么东西出去当？不可能，他那只樟木箱子我天天盯着呢，要是动了，我第一个知道。再说了，真要是当了嫁妆，他还能笑得出来？这就对了，嫁妆没动，那钱是哪儿来的？肯定是大哥在外头发了笔横财，瞒着我们呢。当家的，你的意思是？咱们儿子明文读书也不比他家明渊差，以大哥的性子，我稍微用点手段，明文的束缚就有着落了。从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哥，是我想通了。想通什么了？想通我之前不是个人，
这些年，我光想着让我家明文读书出人头地，我心里不忿，就跟你对着干，处处都想压你一头。大哥，你但凡手里有点好东西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家人。是我狭隘了，是我糊涂了。明渊也是我们陆家的种，也是我亲侄儿，兄弟两个，不论谁将来出息了，不都是光要我们陆家的门楣吗？大哥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跟你置气了。我还要让明文多帮衬着明渊，他多读了几年书，理应教教弟弟。好，好，你能这么想就好。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现在日子眼看着要好起来了，就更要往一处使劲儿。大哥说的是，往一处使劲儿。你还真下地干了一天，正事不干，不想着怎么给明文凑够去辅学的钱，你还有心思去种那几分薄田？我看你是被猪油蒙了心了。你懂什么？妇人之见。我不懂，我们家明文的前程就要耽搁在你手里了。放心吧，再过几天我就有把握了。你先别急，我今天去地里就是去探他口风的。探出什么了？我那大哥就是个巨嘴的葫芦，老实的像块木头，可心眼儿也实诚。我今天捧了他几句，说了几句软话，你看他那感动的样子，就差把心掏给我了。这事儿急不得，他现在对我没了防备，这才是第一步。等我把根源摸清楚了，还怕他不说实话？到时候我只要稍稍点拨他一下，就说咱们明文的前程也是陆家的前程。他那么好面子，又被我今天这番话哄得晕头转向，能不掏钱？看他那张老脸往哪儿搁？还是当家的你有办法。从之今天是真的长大了。是啊，兄弟哪有隔夜的仇？他心里能有这个家，比什么都强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色，辰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运鱼成穗，律吕调阳。天才，当真是天才！老夫教书30载，见过聪颖的，见过勤奋的，却从未见过如你这般过目不忘且能举一反三的奇才。明渊，你可知何为举人？学生知晓，乡试种树者称之为举人，便有了做官的资格。好，以你的天资，若能持之以恒，区区一个举人，不过是你脚下的第1级台阶，未来封侯拜相，亦未可知。老夫这一生所学博杂，却也自问有几分真才实学。从明日起，你不必背完书就回家，接下来半个月，日日午后留书斋，老夫毕生所学倾囊相授，你可做好准备？学生时刻准备着。接下来半个月，日日午后留书斋，老夫毕生所学倾囊相授，你可做好准备？举人，当家的出大事了！鬼叫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比天塌下来还严重！你那只儿子要是真读成了，以后咱们明文……此话当真？我亲耳听见的，还能有假？你还想着让他下地干活，供咱们明文读书？以后明文的求学恐怕会难上加难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当家的，既然让他下地这条路走不通，咱们就换条路，就让咱们明文跟着他一起去辅学，亲兄弟亲堂兄弟，理应互相帮衬，不是吗？去辅学哪来的钱？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？大房不是有那份嫁妆吗？他陆明渊要去，咱们明文也要去。他要是不肯卖，我们就去找娘。娘手里可还有他压箱底的嫁妆呢。他不是最疼明文吗？不是总说读书好吗？到时候看他陆新文的脸往哪儿搁。还是你脑子转得快，就这么办。你别声张，这事我来安排。我3天前就让明文去了县里，嘱咐他别吃好睡好，天天熬夜苦读，做出个样子来。现在是时候让他回来了。王哥，多谢了，你先回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等会儿跟爹回去，向你奶奶、向你大伯一家道歉。娘，儿子不孝，儿子给您磕头了。
这是做什么？娘啊！儿子不该为了明文去辅学的事儿，花钱去请什么县里的夫子来蒙骗您。儿子这是被猪油蒙了心，被鬼迷了窍啊！儿子就是个混账，可儿子也是想着明文是我们陆家的读书种子，是我陆家的未来。我一时走了邪路，想着先把他送进辅学，以后出息了再来跟大哥大嫂请罪。娘，您就念在儿子这些年也算勤勤恳恳、没功劳也有苦高的份上，饶了儿子这一次吧。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咱们又不是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杀人放火事儿，不就是想让明文有个好前程，使了点糊涂心思吗？您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你瞧瞧明文，县里的夫子都怕他读出个好歹来，特意捎信给我，让我赶紧把明文接回来养养，说再这么下去人就废了。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利欲熏心，可明文是无辜的呀。这后生他是咱们陆家的希望，总不能因为我这个当爹的犯了浑就断了他的前程啊。明文，你今年能不能考中县试？能不能给咱们老陆家添上一个县试中使者的功名？你大声说，让你奶奶听听，让你大伯大娘也听听。奶奶，孙儿向您保证，今年县试，孙儿必中县试中使者，孙儿还会10倍、100倍的努力。孙儿要考秀才，要中举人，孙儿要光耀陆家门楣，让您、让爹娘、让大伯大娘都过上好日子。你这个不省心的东西，快起来，快把那劳什子玩意儿给扔了，这是要我的老命啊！娘，您消消气，他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大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大嫂，我不是人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起来说。我不起来，我没脸见人。为了明文求学，我竟耍手段欺骗娘和你们。爹走得早，你长兄为父处处护着我，我却私心作祟，丢尽了陆家的脸面。三弟，有话起来说。我一时糊涂，不能因为我耽误明文，也拖累整个陆家。一家人哪有解不开的仇？起来吧，兄弟之间没有隔夜仇，你知错悔改就好，往后咱们一家人同心过日子。三叔这眼神哪是悔恨，分明是计谋得逞后的松弛与得意。先看看吧，看你究竟想搞什么幺蛾子。你现在知道疼了？还有明文，瞧瞧咱们儿子那脸白的跟纸糊似的，这几天跟着你演戏，人都瘦了一圈，值得吗？你懂什么？我这一身伤可不是白挨的。秋收之后，农活一桩接一桩，我借着这身伤正好休养。往后1个月，地里的苦活就全落到大房头上。这就是苦肉计，拿一身伤换整月清闲，划算得很。哎呦，当家的，还是你聪明。这还只是其一，最要紧的是明文的数生。府学那边催得紧，眼瞅着就要交了。我今天把姿态做足了，大哥心里那点气早就消了，剩下的全是愧疚和心疼。等过个3、5天，我这伤口好些了，你再去大嫂面前哭一哭，说为了给明文凑束修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你猜大哥会不会掏这个钱？肯定会，就大哥那性子，他指定得管。那不就结了？我这一身伤，既躲了农活，又解决了明文的树书，一箭双雕，你说值不值？值，太值了！哎呦，疼！当家的，你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反常吗？反常？哪里反常了？三弟他知道错了，也受了罚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好是好，可就是太顺了。三弟那个性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平日里让他认个错比登天还难。保不齐后头还有什么幺蛾子等着咱们呢。你想多了，娘不是也说了吗？他是一时糊涂，明文那后手也吓得受脱了相，这还能有假？再说了，我们是亲兄弟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只要他不是犯了杀人放火那种不可饶恕的大错，我多担待一些，那也是天经地义的。你先编着，我去给渊儿热点东西吃。渊儿，娘，您怎么还没睡？看你这儿还亮着灯，就给你蒸了个蛋，趁热吃了，
别读得太晚，伤了眼睛。身子是读书的本钱，可不能熬坏了。知道了，娘。明泽，醒醒，有吃的。哥，你也吃。哥吃过了，你趁热吃，养好身子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三自解，二除成。明渊，你来了。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这些入门读物，你已尽数通晓，且能举一反三，足见天资不凡。从今日起，便不必再与他们一同读入门课了。这是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，还有半部《孟子》。天下文章万般变化，其根源皆出于此。唯有如此，方能为以后的科举正途打下最坚实的地基。学生明白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论语宪公务大，乐国大学孟子。明渊，可是有何处不解？夫子，学生已经背完了。什么？学生说这3本半经书，学生已经全部记下，可以背诵了。胡闹！此乃圣人经典，岂是让你这般囫囵吞枣、哗众取宠的？回去，再给我仔仔细细的读上10遍。夫子息怒，学生所言句句属实。夫子若是不信，尽可随意考教一番，便知分晓。好，所谓诚其意者，勿自欺也。下一句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君子之道，譬如行远必自止，譬如登高必自卑。此句之后，我注有一言，你且背来听听。夫子注曰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故圣人之路，始于足下快步，争于天下太平。背得好，背得极好。然读书之道不止于记诵，又如何将其用于修身齐家？回夫子，学生不知，学生所读之书血少，积累浅薄，尚不能解其中深意。好一个不知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明渊，你很好，你是天生的读书种子，只是起步太晚了些。将这天下的书都装进你的脑子里，再用你的心去慢慢的品，慢慢的悟。从今往后，老夫会倾囊相授，助你走上这条青云路。多谢夫子。夜深人静，烛火摇，树上空全躲着撩你的腰，花中仙难下，红梦里花，哪一个才是他的他？渊儿，可是都妥当了？爹，都妥当了。爹，都好了。陆老大，今儿个又进城啊？是啊，王叔，劳烦您了。大哥上次进城回来带了那么多猪肉米面，哪儿来这么多钱？明渊最近也不下地，成天在屋里写写画画，莫非是此人想到了什么赚钱的法子？我倒要等你们回来看看，若是这次还能带回来一大堆东西，那事情就很明显了。陆兄，《石猴传》卖爆了，
每日还没开门，读书人和说书先生就排队等着。第一册售出1000余本，扣除成本后，你应得21两。陆兄这份气度，林某佩服。往后稿件和分账，我一定办得清清楚楚。爹，渊儿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这般早。今日画本卖得极好，汉墨轩的林少爷特意请我吃的。爹，您尝尝，这味道可不一般。爹，这次赚了些银子，你拿着。你这后生怎可在街上这般随意？这可是10两银子啊！万一被有心人瞧见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三叔最近一反常态，定有谋划，不能告诉爹到底赚了多少，免得他心软又中了三叔的算计。渊儿，你真是爹的骄傲。明年爹就把你送去高家府学读书。爹，您不必如此。孩儿如今写画本，每月都能赚得10两有余，述书的钱您不必担心。这些年娘跟着我们吃了不少苦，身上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，是孩儿不孝。胡闹！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发。万一哪天画本不兴了，你又当如何？这钱就是要给你攒着读书，不能乱花，不能刚有点锦瑟就开始铺张浪费。爹，那便只花1两银子，可好？如今孩儿有能力了，总归要孝顺娘，让她也能过几天舒心日子。渊儿啊，你长大了，懂事儿了，知道心疼你娘了。是爹没本事，让你娘跟着我们一起吃苦，是爹对不住你娘啊。爹，您不必如此，家里这些年的光绪，孩儿都看在眼里。您和娘亲为这个家已然尽了最大的力，如今孩儿也长大了，能赚钱了。您放心，陆家往日的荣耀，孩儿会一点点挣回来，让您和娘亲从此再不必为生计操劳。好，既然你也有这份心，那咱们就给娘亲买些好的布匹。你不知道，你娘她那刺绣的手艺那可是一绝，咱们村里乃至这江陵县都找不出第2个能比得上的。每次她纺织出来的布匹，只要绣上花样，送到县城来，都会被一个大户人家哄抢一空。给你娘买些好的布匹，织出来的衣裳，那可比县里那些成衣铺子的好看多了，也更耐穿。爹说的是，那咱们就去给娘亲好好挑些布匹。这太贵了，渊儿，咱们去旁边的普通铺子看看吧。爹，娘亲的手艺这般好，自然要配最好的料子，这些素色丝绸最能衬托娘亲的刺绣。掌柜的，劳烦将这匹月白色和一匹豆沙紫色的丝绸各减2张。好嘞，公子眼光真好，这可是今年新到的湖州丝，裁衣做裙，端庄大气，最是适合夫人。爹，你也该添置一身新衣了，这身布衣虽然耐穿，可也该换换了。不用，爹这身还能穿，好好的，别浪费钱。爹，您别忘了，您答应过孩儿要带着陆家重现荣耀，将来孩儿考中功名，你也要跟着孩儿去见世面的。这身衣裳就当是提前备下了。渊儿，你真是长大了。可是陈员外当面，是老陆啊，今日怎么在县城里？可是来卖腊肉鸡蛋的？正是，刚卖完，准备回去呢。那老陆你慢走，我这儿还要进步买些东西。老爷，您不是前些日子才从他那儿买了刺绣吗？怎么今日又来布行了？不该问的少问，那些刺绣并非是我买的，不过是替人跑腿罢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个陆明渊他肯定是找到什么赚钱的法子了，不然他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2次去县城，2次都花钱如流水？你看看，他这次回来又是丝绸，又是叫花鸡的，这可不是寻常人家能有的阔绰。当家的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那老大一家手头宽裕了，那咱们明文的书生那是自然，我敢定他们手头肯定有了余钱。哼，他孝顺他娘，花钱如流水，这事儿我可看得清清楚楚。明文的束修何止是有着落，我看这次咱们明文去府学都指望着他们了。那当家的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怎么才能让他们乖乖把钱掏出来？不急，这几天咱们先不要声张，让明文安心去县城好好考试。这一次的县试
他一定要中。只要铭文考中了县试，成为县试重试者，那咱们就有100%的把握让老大一家把钱掏出来，送咱们铭文去辅学。到时候他们想不掏也得掏。我要参加明年的县试和乡试，不，我要直接在1年之内通过县试、乡试乃至院试，一举成为秀才。在这个时代，有天赋便要毫不犹豫地展现出来，根本没有必要隐藏实力，只有展示出超越常人的才华，才能吸引到大儒的目光，那时我才有机会闯出一片天。明渊，你果然是上天赐予我大齐的读书种子。四书五经你已尽数背诵，根基已然稳固。接下来你每日温习一本古籍，确保字字不落。老夫每日会考教你一回，但这只是其一。明渊，你如今有2件事须得日夜精进，其一便是练字。想那科举之路，考官评卷第一眼看的便是字迹，字如其人，若字迹潦草，纵有锦绣文章，亦难博得清眼，此乃门面，万万不可轻忽。其二便是文章，科举到了最后，终究还是要靠文章取胜。你背诵经义，只是知其然，却不知其所以然。文章之道才是真正考验你对圣贤之道的理解与阐发。如何破题，如何成题，如何入题，如何出题，如何起承转合，如何引经据典，如何遣词造句，这其中的复杂与精妙，远胜于背诵。能否高中科举，最重要的便是你的文章写得如何。它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，更是你胸中丘壑的展现，是你对天下大道的认知，它是你的心。今日老夫只为你粗略讲解八股文之基本技巧，你且先听，不必急于理解透彻。这几本文章你带回去看2天，2天后老夫要考教你是否看懂了文章，又是否会写文章。学生谨记夫子教诲。破题、成题、起讲、入题、起古、中古、后古、述古，这就像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数学公式，只要掌握了其核心算法，便能推得出无数个正确解。这哪里是文章，分明是一套精密至极的算法。县城终究是县城，他关心的是脚下这片土地。若是利益深植于县域民生，必定能脱颖而出。好，明渊，你这字何止是进步，简直是脱胎换骨。老夫只道你需1月苦功方能有所小成，不曾想短短10余日苦功，你便已达此境，天赋异禀，当真天赋异禀。你对八股文的理解已远超寻常青年，立意高远而不失务实，结构严谨而不失灵动。如今你的文章已足以应付县试。明渊，还有1个月便是县试的日子了。以你如今的学识与文章，通过县试已是10拿9稳，但若想一举夺魁，成为县试按手，却还有些难度。科考3关，县试、府试、院试，若能连中3元，成为科考3关按手，这名头便是一块金字招牌。有了这个名头，足以你日后的科举之路铺平道路，引来无数名师贵人亲眼。但若要冲击3榜按手，你需沉淀1年，将学问打磨得更加精粹，将文章写得更加老辣。早1年取得秀才身份，对你而言亦是极大的优势。还是沉淀1年，志在3榜按手，一鸣惊人。夫子，学生全都要。好一个全都要！
明渊，你这志气，老夫平生仅见。既然你有此宏愿，老夫又怎能不为你铺路？老夫早年也曾有幸结识过几位高人，可他却是实打实的进士出身，那一版的榜眼。在大前王朝，拜师是一件极其郑重的事情，一个人一生只能拜一位老师，轻易不可更改。明渊，若你真能连中县市府试的第一，成为科考3关的暗手，老夫便将你引荐给他。若能拜入他的门下，你从此便能平步青云。这大前的官场看似清明，实则盘根错节，人脉牵连甚广，有名师引路，方能事半功倍。老夫才学有限，能教你的只是一些基础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够不够努力，能不能走到那里。若你不能连中县市和府试的第一，老夫也无颜将你引荐给那位好友，他眼界极高，非绝顶之才不入其法眼。明渊，你当知这世间之事，没有不劳而获，更没有坐享其成。夫子大恩，学生铭记于心，永不敢忘。何须言谢？你既有此天赋，老夫又岂能任其蒙尘？这便是老夫的私心，想看你这块璞玉能被雕琢成何等美物。状元之文，其结构严谨，立意高远，遣词造句更是炉火纯青。县试按手、府试按手、榜眼门生，我全都要。明渊啊，你这笔法渐入佳境啊！寻常人要练上诸月，方能有此等进步。你10日之间便已至此，天赋异禀，当真可喜可贺。字如其人，意如其心。你如今的字如方正君子，规矩森严，却少了几分灵动与锐气。至于那所谓的风格，那锐气，那锋芒，绝非照猫画虎能得。它需要你经历世事，有所感悟，方能自然而然地融入笔端，成就独属于你陆明渊的风骨。否则永远都只是邯郸学步，识人牙慧。书法一道你已能稳定，但科举之道，文章才是根本。这5日来，你将老夫所给的那些状元榜野之文，想必已烂熟于心了。学生已将其拆解重固，尽数铭记于心。好，今日老夫便以这10年前的试题考教你一番。此题乃是以儒家经典《论语》为题，其中经义部分，你且先默写出来。至于文章题，便是这句“所谓修身，在正其心者”。以你之才，高中县试按手，已是10拿9稳。这是石猴记这一轮的分成，分文不少。我信得过林兄。不知哪里有物美价廉的笔墨纸砚？你拿我的手信去四宝斋，掌柜会给你最实在的价。这套文房用具做工扎实，好用又趁手。这套原价5两，陆公子持林掌柜手信，我给您算3两。敢问掌柜，县城宅院价格几何？2进2出的宅院，偏些的30两上下，好地段便要50两往上。多谢掌柜指点。明渊，3天之后便是县试的日子了。县试只是第1关，若要入试，4个月后的府试乃至明年的院试，你同样也要参加。若能1年之内连过3试，即便不是状元，亦是旷古绝今的壮举，足以名动一方。可这其中的艰辛与压力，非常人所能承受。是否已然准备妥当？夫子，弟子心意已决。这半个月来，弟子日夜苦读，对经义文章的理解已然到了火候。弟子有信心能在县社之中一举夺魁，拿下按手之位。好，有志气。既然你已下定决心，那便不能再拖延，今日便动身，提前赶去县城。科举之前最忌舟车劳顿，身心疲惫。提前3天赶到县城，一是能让你适应县城环境，二来也能让身心放松，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。莫要等到临阵才因身体不适而影响发挥，那便是得不偿失了。弟子受教。爹娘，夫子说3天后便是县试了，
他让孩儿今日便启程，提前去县城准备。去，当然要去。我儿有此志向，为父岂有不允之理？明渊，你只管放手去考，家里有我和你娘顶着。再说了，你明文哥不也3天后要现世吗？这3天我和你三叔都不下地了，科举大事比什么都重要。你们2个这3天一切从简，家里农活先放一放，一切都以2个年轻人的科考为重。等考完县试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要带着他们兄弟俩在县城里置办些新衣服，算是犒劳，也是图个吉利。里边请。小二哥，可还有空房？哎呦，客官，您来的可真不巧，我们这儿就剩下2个普通房间了，1天30文，您是要住还是不住？什么？1天30文？这怎么涨了这么多？往日里也不过10来文啊！客官，您是打哪儿来乡下来？现在什么时候？要是不想要，赶紧走，别耽误小的做生意。要，小二哥莫恼，我们要了2个房间，先住3天。2个房间3天，总共2两银子。这古代的科举，果然不是寻常人家能够承受的。光是这住店的费用，便足以让许多贫寒学子望而却步。科举果然并非易事。明文啊，这一次县试，你可一定要给老子争口气。考第几不重要，但一定要考中。爹，您放心，孩儿定当竭尽全力。孩儿知道，只要能考中县试，您就有法子让我进入高家府学。不错，高家府学那可是咱们县里最好的学堂，到时候府试、院试，甚至考个秀才，那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爹，您说的对，孩儿一定能中。只要进了高家府学，孩儿就有希望。大哥，是我从志。从志啊，明文可寻到了？寻到了，他这不也刚回来吗？大哥，明文去年考过县试，虽然没中，但好歹也算是有经验了。我看啊，不如就让他给明渊说说县试里的门道，省得明渊头一遭走了什么歪路。同志，你真是费心了。是啊，明渊头一次参加县试，能有明文指点，再好不过了。明渊，你明文哥去年考过县试，有些经验，你过去跟他好好学学，莫要辜负了你三叔和明文哥的一番好意。是爹，多谢三叔，多谢明文哥。明渊，你来了，爹让我给你讲讲县试的经验，我去年可亲身经历过。我跟你说，县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能去如厕，所以考试前一定要提前出宫。这些无关痛痒的细节，赵夫子半个月前就事无巨细的叮嘱过，全是他个人经历的吹嘘炫耀，连个破题技巧都没说。多谢明文哥指点，这些经验对明渊而言着实宝贵。嗨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客气什么？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。大哥，你看这县城多气派，可明文和明渊不一样，他们是咱们陆家的希望。大哥，你想啊，咱们是亲兄弟，明文和明渊那也是亲兄弟，将来不管谁考中了，那都是咱们陆家的荣耀。这位置大概率是用来镇审那些心怀不轨之辈的。诸位学子，敬！考场规矩：不得交头接耳，不得左观右盼，不得夹带作弊。违者轻则逐出考场，重则终生禁考。先默写《论语》，接着是诗一题，最后是决定成败的经义文章。这个坐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青年，竟然写得如此之快，字迹端正有力，笔法老辣。那些默写的内容不仅一字不差，甚至连标点断句都恰到好处，毫无涂改之处。君子不重则不威，
如何解题？真正的威不是靠暴力，而是靠德行和信服。夫子之言重，非图外事之位，乃为君子心性之沉潜，德业之积累，自然而发为不可犯之威仪也。慎也，君子之不可不重也。故德不厚者必轻佛，行不谨者必挑打。虽欲威而人孰谓之？这青年不仅学问扎实，更难得的是能将古圣先贤的教诲回贯通，隐晦地批判了那些徒有其表、沽名调誉之辈。这等见识，绝非寻常青年所能及。此子前途不可限量。停笔！明渊，你考得如何？可还顺利？爹，我这次县试一定能中，这一次中榜是稳了，便是前3甲，也未尝不可一争。真的？明文，你真的这么有把握？好儿子，我们陆家终于要出一个有功名的了！今天爹请客，好好给你庆祝庆祝！明渊啊，你第一次科举，紧张在所难免，发挥失常也是常有的事儿，不必放在心上，不重要，明年再来便是。今日我高兴，大哥，咱们一道去酒楼，我做东，就当是给2个年轻人压惊。明渊年纪尚轻，不宜饮酒。哎呀，大哥，今日是特殊日子嘛，明文考得好，明渊也辛苦了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今日开心，咱们都稍微喝一点。明渊啊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科举这东西看的是机缘，是运气，一回不成，还有2回、3回嘛。等到开榜之日，一切都明了了。哎呦，这不是从和从志兄弟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看，咱们陆家村的文曲星回来了。明文、明渊，这次县试可考得如何啊？能不能中啊？这次我儿子明文那可是胸有成竹啊！这次中榜是稳了，便是前3甲，也未尝不可一争。到时候若真能高中，我家摆酒请客，请大家伙都来吃席。哎呦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！志哥有福，生了个这么出息的儿子。明文将来做了秀才，可别忘了咱们这些乡里乡亲啊！从文哥，你家明渊呢？他考得怎么样啊？明渊他第一次参加县试，难免紧张，能不能中，就等放榜再说吧。哎呦，大嫂啊，你听我家明文说的，我看啊，这次咱们陆家村的秀才非我家明文莫属了，到时候可要好好庆祝一番，给咱们陆家争光。渊儿，你考得怎么样？母亲，孩儿已尽力而为，至于暗手，尚不敢妄言，但前3甲，孩儿应当有把握。好，娘早就说过，我家渊儿是文曲星下凡，过目不忘，聪慧异常，中一个县试，那肯定是手到擒来。17名，对，爹说的对，他肯定落榜了。果然是落榜了，他连榜都上不了。渊儿，父亲，莫急，还有前3甲未出，或许儿子在前3甲呢。前3甲？渊儿，你怕是读书读傻了。这县试前3甲，哪一个不是县里有名的才子，苦读10载的宿儒？你刚满18岁，刚读书1月，又无名师指点，如何能与他们相提并论？莫要心急，这次全当是见识一番。想当年你明文哥也是考了3年才中，这次没中不打紧，明年再来便是。渊儿，你刚满18岁，第一次参加县试，能有这等胆识和见识，已是旁人难以企及。没中是正常的，不必紧张，明年我们再来。肃静，肃静！
本年度江陵县县试，经主考大人与诸位考官共同评阅，前3甲已然定夺。县试第3名，林远江。恭喜林公子高中，林家有后了。林公子可曾婚配？老夫家中有一小女，知书达理，愿与公子结秦晋之好。县试第2名，高汉文。恭喜高少爷高中第2名。县试魁首，高中第1名，陆明渊。一个籍籍无名之辈，竟能夺走我的魁首之位，这简直是莫大羞辱！陆明渊是谁？没听说过江凉县还有这等才子啊！难不成是哪个深山老林里苦读出来的怪才？陆明渊，那个才读了1个多月书的泥腿子，怎么可能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学了3年才勉强考中，那个被我轻视的堂弟，竟然高中魁首，我今后还有何颜面？在这里，我儿便是陆明渊。敢问可是陆明渊陆公子？正是陆公子本人，恭喜陆公子高中魁首，一举夺得县试头名。恭喜陆公子！陆公子，小人等奉县城大人之命，特来恭请公子前往县衙一叙，不知陆公子现在可否方便？县城大人有请。天哪，陆明渊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等殊荣，便是高家的高汉文，林家的林远江也未曾有过呀！有劳诸位差役通传，陆某自当随诸位前往。陆公子，请在此稍候片刻，县城大人正在会客，待客毕便会前来。陆公子久仰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宇不凡。恭喜陆公子高中魁首，为我江阳县再添一文采。大人过誉，晚辈不敢当，能得魁首，实属侥幸。侥幸？老夫可不认为这是侥幸。县试数百张卷子，老夫一一审阅，陆公子的那份是真正让老夫眼前一亮。公子的精益目写，一字不差，字迹清秀，笔力苍劲，实属难得。大人谬赞，晚辈不过是跟着赵夫子读了些书，略有所得。文章能入大人法眼，皆是夫子教诲之功。陆公子说的极是，不过老夫听说陆公子跟着赵夫子读书，也仅仅是1个多月的时间，是也不是？以分宗上记载，陆公子在田地间劳作，因中暑昏迷，醒来之后仿佛变了一个人，甚至与陆家老太太对读，仅用1天便将孟子倒背入。此后短短1月，字体进步神速，精益文章突飞猛进，如今更是高中魁首。本县丞想请教，这短短1个多月之内，陆公子从不识字的农家主弟，一跃成为县试魁首，这其中的缘由，不知陆公子可否为老夫解释一二？回禀赵大人，大人所查句句属实。半月前，晚辈确实因中暑昏迷，圣人还在梦中为晚辈讲解经义，教诲文章之道。晚辈醒来之后，便觉得茅塞顿开。自那之后，晚辈便觉得自己记忆力非同寻常，过目不忘。无论是孟子还是其他经书，只要看上一遍，便能牢记于心。晚辈能进步如此之快，正是依靠着过目不忘之能，再辅以赵夫子悉心教导，这才侥幸得了魁首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可随时转换赵夫子和陆家族人前来作证。圣人托梦，醍醐灌顶，此等奇遇世间罕见。陆公子，你可知县试魁首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晚辈有幸可入府学求学。不错，江陵府学汇聚一县英才，分设2院，一为高家书院，一为林家书院，能入其中任何一院，皆是前途无量。老夫听说陆公子在县试之前，曾与林家少东家林远峰有所交情。确有此事，晚辈在林家少东家的书店投过几篇文章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好办了。陆公子选择林家书院，或可少却许多周折，更能得其庇护。至于高家，便不必去了。多谢赵大人指点迷津，晚辈铭记于心，往后求学之路自会慎重考量。好，好，陆公子前途无量，老夫拭目以待。他日若有需要，
尽管来县衙寻老夫。晚辈告退。渊儿，你可回来了？这些都是县上那些大户人家送来的，说是恭贺你高中魁首的礼物。可爹总觉得咱们无功不受禄，收了这些东西，怕是欠了人家大人情。以后若是有事相求，咱们如何拒绝？爹，您多虑了。既然是恭贺之礼，收下便是。这些大户人家送礼并非只求回报，更多的是一种姿态，一种示好。他们看重的是孩儿的潜力，而非眼前的一时得失。再者，孩儿以后早晚要在县城立足，今日收下他们的贺礼，之后若真有需要，再还人情也不迟。渊儿，你方才说以后早晚要在县城？爹，您今日也累了，好好休息吧，明日还要忙活一天，等忙完了咱们就回村。张掌柜，劳烦帮我在县城寻一处2进宅院，多谢。陆公子放心，此事包在小人身上。渊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爹都收拾好了，咱们这就回村。你娘肯定早就盼着了。不急，爹，等回了村，咱们先去见奶奶，有些事我得跟她说清楚。我准备拿出20两纹银，给您在县城里置办个小买卖，村里的田地租给旁人耕种，收些租子，如此您能寻得一份体面营生，我也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业之中。渊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来见见你陆爷爷。陆爷爷，好儿郎，好儿郎啊！你是我陆家村100多年来第一个县市魁首，老夫何德何能，敢让未来的举人老爷给我鞠躬？陆爷爷谬赞了，孙儿不过是侥幸而已。侥幸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侥幸？你今日之成就是上天眷顾，更是你自身勤奋苦读所得。老夫今日来此，便是专门等你回来，要为你陆明渊，为我陆家村做一件天大的喜事。老夫打算开祠堂，告慰我陆家列祖列宗，我陆氏一门终于出了一个县市魁首，这是天大的喜事，何该让祖宗们也知道，我陆家又要兴旺起来了。祖宗保佑！多谢陆爷爷，多谢族长厚爱。老天爷呀，渊儿，你可真是给咱们陆家争光了。好儿郎，不必过谦，这份荣耀是你应得的。从文、渊儿，随我来，开祠堂祭先祖。瞧见没？族长亲自领着明渊去祠堂呢。那是自然，县市魁首啊，咱们陆家村多青年没出过这等人物了，这可是天大的荣耀。老祖宗们在天有灵，也该含笑九泉了。今日我陆氏一门有幸迎来县市魁首陆明渊，特此开祠堂，祭告先祖，告慰列祖列宗，保我陆氏族人平安顺累，文脉昌同。陆明渊，大前丙辰年县市魁首，光耀门楣，功在史册。明渊啊，快坐。明渊，近来可好？学业可有长进？回陆爷爷、族老们，晚辈一切安好，学业也未曾懈怠。好，好。从文啊，你家这些日子可还好？家里可有什么难处？回族长，回各位族老，家里都好，都好得很，没什么难处。从文啊，你是个老实人，这些年为族里也尽心尽力了。明渊能有今日成就，你这个做父亲的功不可没。老夫今日召集族老们来此，便是要商议一件大事。明渊之后，每年的束修、笔墨纸砚一切开销，都由族里全部承担。明渊，你只管安心读书，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业之中，争取早日考中秀才乃至举人。你无需担心家中的琐事，更不必为生计发愁，族里上下都会全力扶持你。曾文，你与王氏这些年也辛苦了，这些水田每年收成足以让你们一家衣食无忧，再无后顾之忧。多谢族长，
多谢各位族老，从文无以为报。明渊，这只是开始，若你日后能高中乡试，考取举人功名，族里还另有赏赐，届时你便是我陆氏一门真正的骄傲。渊儿，我的好孙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进屋。以后你可不能再下地了，你是咱们陆家的文曲星，是读书人，你只管安心读书，好好科举。家里就是不吃不喝，砸锅卖铁，也得把你的束修凑够，让你无后顾之忧。奶奶，族长已经承诺，以后明渊的束修以及笔墨纸砚等一切开销，都由族里全部承担。当真？不仅如此，族里还要另外划破10亩水田给爹，作为嘉奖。以后咱们家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。天爷呀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！祖宗保佑，咱们陆家这是熬出头了，好日子要来了。渊儿啊，你可要记住，以后万事以学习为重，以科举为先，其他的事情都往后放一放，不重要。奶奶放心，明渊定不负众望，定会好好科举，争取早日考取功名，光耀门楣。好。娘啊，你可要看一看铭文啊！娘，咱们家铭文今年也高中了县策，他也能光耀陆家的门楣呀。娘，您是不是也应该给咱们铭文一个求学的机会啊？娘，大哥，我知道渊儿高中县试魁首那是天大的喜事，他应得宗族厚爱，那是他凭本事挣来的。可咱们家铭文，他今年也中了县试啊。虽说比不上渊儿那般风光，没能夺得魁首，可他也是陆家村近10年来头一个考中县试的呀。他以后读书怎么办？高家府学每年20两银子的束身、笔墨纸砚，衣食住行桩桩件件哪一样不要钱？我们一家人便是砸锅卖铁，也根本供应不起呀。三弟，大哥，您现在是渊儿的爹，渊儿的未来一片坦途，有宗族全力供养，根本无需您操心了。他前途迷茫，若是不能去府学读书，又如何能继续考府试、考院试？我没本事，求您帮帮铭文，帮帮我这个侄子，给他一个读书的机会啊！大哥娘，你们想想，铭文若是也能考取功名，哪怕只是个秀才，也能为渊儿分忧啊！总不能让渊儿一个人孤零零的去京城闯荡，身边连个帮衬的人都没有啊！奶奶，铭文求你们了，求你们给铭文一个读书的机会。铭文发誓，一定会好好读书，日夜苦读，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渊弟，你放心，知道自己比不上你，但铭文以后一定会全力帮助你。咱们兄弟2人一起光耀陆家的门楣。三叔、铭文，你们先起来，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慢慢说，这般跪着成何体统？三弟，听渊儿的，快起来！天大的事儿，咱们兄弟俩一起扛。你这样不是在剜大哥的心吗？你看看你，这叫什么事儿？铭文也快起来，地上凉。三弟，铭文也是我的亲侄子，是咱们陆家的种，他有出息，肯上进。我这个做大伯的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没书读？咱们是亲兄弟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。以后铭文读书的钱，我和你一起帮衬着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让铭文休学。成了，大哥向来心软重情义，只要姿态放得低，把铭文和明渊捆绑在一起，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去府学的事十拿9稳了。大哥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嘛！咱们家好不容易出了2个读书的苗子，这是祖宗保佑啊！再难的日子，咱们兄弟同心，帮衬着也就过去了。曾文啊，对，将来渊儿在外面做官，身边有铭文这个知根知底的兄弟帮衬着，咱们在家里也能更放心，不是？娘，您放心，儿子晓得，只要有我吃的，就饿不着三弟一家。多谢大哥，多谢娘。哥，明泽，怎么还没睡？哥，你也吃点。我为何要读书拼命往上爬？不就是为了让奶奶安享晚年，让爹能挺直腰杆，让娘不再操劳，让明泽能吃上白面馒头，而不是这刺嗓子的窝窝头吗？哥不饿，你自己吃，别饿着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无息。族里划破的10亩水田得赶紧翻土施肥，误了农期可不行。
烂泥扶不上墙，族里给了10亩水田，不想着辛勤耕种，反倒心安理得睡到日上三竿，这样的人守不住才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要命了！那田是帮明文读书的，你一个人去做什么牛马？早上出门怎么叫上他一起？现在倒好，你这个做大辈的在田里累死累活，他那个当亲爹倒在家里睡大觉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从志昨日又是下跪又是磕头的，怕是也累着了，让他多歇歇。再说了，地里的活儿也不多，我一个人忙得过来。就你成了。大哥，多谢你的帮衬，我敬你一杯。元儿，来吃个鸡腿。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明文前程可就……三叔敬你。多谢三叔。明文，快吃，多吃点。读书最是耗费心神，得好好补补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三叔刻在骨子里的精明算计，一辈子都改不掉。不过，没必要为了一只鸡腿伤和气，事情得从根子上解决。大哥、大嫂、娘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地里的事儿就多劳烦大哥了。去吧。三叔，且慢。三叔，侄儿有一事，想与您和爹娘商议。府学规矩严，课业重，若每日往返于村子和县城之间，耗费精力必定耽误学业。我打算带着爹娘还有明泽搬到县城里去住。什么？渊儿，你说什么胡话？咱们家哪来的钱去县城住？县城的开销多大，你知不知道？租个房子都得花不少钱。娘，您先别急，我不是说租房子，而是买一套。买？咱们家把所有东西都卖了，也凑不够在县城买房的钱啊！钱的事情，儿子自有办法解决，这个无需爹娘操心。我今日想与三叔商议的是，咱们搬走之后，家里的这些田产和祖宅。三叔，我们一家搬去县城后，这老宅子就空了下来，还有族里新分给咱们家的那10亩水田，离得远，我们也没法照料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宅子还有那10亩水田，就全交给三叔您来打理。至于那10亩水田，我们家也不收您的租子，就当是给明文哥读书的束修了。免租金，10亩上好水田白给我种，除去赋税，1年少说20多两银子的纯利，明文学费和一家人嚼用全有了。我说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中了县市魁省，就瞧不上咱们这乡下泥腿子了。就想着撇下我们这些穷亲戚，自个儿到县城里享福去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钱还不如全给了我们家明文，至少明文懂得孝顺，不会一朝得势就忘了本。明渊，你三叔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有没有列祖列宗？娘，渊儿他……祖母、三叔，你们误会了，孙儿绝无半分嫌弃家里、嫌弃长辈的意思。之所以想搬去县城，实乃是为学业。府学治学严谨，天不亮开课，日落方休。咱们村离县城20里，若每日往返，路上耗费2个多时辰，哪还有时间温习功课？长此以往，学业必废。再者，当初明文哥在县城私塾求学，不也是住在县里的姑母家中吗？为何明文哥可以，到了我这里，就成了忘了本、嫌弃穷亲戚了？当初为了明文哥学业，家里拿出束修，爹娘从未多说过半个字。如今我也侥幸考中去县里读书，同样为的是陆家门楣，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？就算要去县城，也用不着拖家带口，在县里租个小院子，让你娘去照顾你不就行了？祖宗牌位不要了。祖母问得好，前些时日，孙儿闲暇时写了些有趣的话本故事，托人卖给了县里的书坊，侥幸赚了50多两银子。什么？50多两？这笔钱在偏僻的巷子里买个带小院的2居室，恰好够用。我与明泽读书，娘一个人照顾太辛劳，爹一起过去能帮衬，还能寻些短工补贴家用。一家人在一起有个照应。至于田地和祖宅，正是我今日要与三叔商议的重点。咱们家原先薄田5亩，旱地5亩，加上族里新分10亩，一共20亩地。这些田地之优，只需赋税不交租子。这20亩地，只要三叔勤尽耕种，1年下来，刨去赋税开支，纯利至少在30两银子以上。30两！这20亩地全交给三叔耕种，收入全归三叔。有了这笔收入，明文哥的束修开销全有了着落，足够三叔一家过上宽裕日子。等到我和明文哥读完了书，父亲再搬回祖宅，如此我能安心求学，明文哥也能无后顾之忧，这是2全其美的好事。侄儿实在想不明白，
这样既解决了明文哥的束修难题，还能让三叔一家生活宽裕，还不必让爹娘为我的学费发愁的好事。三叔为何要反对呢？20亩地全给老三家种，1文钱租子不要。明文的学业稳了，明渊自己有前程，不愁学费。这简直是把一盘死棋彻底扳活了。风吹日晒去种地，累死累活挣那点钱，我还指望大哥种地把钱交上来供我们父子挥霍。三叔莫不是觉得这20亩地理应由我爹来种，然后将收成尽数三叔养明文哥读书？难道三叔是想自己安坐家中享清福，却让我父亲一人承担2家的辛劳？我想三叔为人一向公明，应该不会有这般想法吧？祖母，您觉得呢？混账东西，你还真想让你大哥一个人种地养活你们2家人不成？陆从志，你的脸皮是铁打的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太麻烦大哥大嫂了。哼，从文一家搬去县城，家里的20亩地全交给你来打理。你要是敢偷懒耍滑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娘说的是，我听娘的。多谢大哥大嫂，多谢明渊，我一定会好好种地的，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明渊，你跟爹说句实话，你今天闹这么一出，究竟是想做什么？难不成你是真的想要分家？是。为什么？父亲，我们这个家早就应该分了。您终日劳作，娘省吃俭用，1年到头可曾攒下过1两银子？我们挣的每1文钱，刨去嚼用，最后都流到了哪里去？三叔游手好闲，三省尖酸刻薄，明文哥更是被他们惯得眼高手低，他们就像是附在我们家身上的一条条水蛭，无时无刻不在吸我们的血。现在的我中了县市魁首，族里看重，前途有望，并且我也能自己挣到钱，不用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。难道您还想让三叔一家继续趴在您身上吸血，把您最后一丝精力都榨干吗？10亩深田只是免了他们的租金，又不是送给了三叔一家，外人也说不得我们分家。家里的那些东西，田里的活计马上就要忙起来了，那些农具还有……父亲，我明白，如果您不想这么快动身，可以等忙完手里的农活，把家里的事情都安顿妥当了，再来县城不迟。但是母亲必须跟我跟明泽一起先去县城，我在那边置办的院子不小，总要有人收拾打理，我和明泽都要读书，身边不能没人照顾，我怎么能忍心让娘继续在这老宅里耗尽心血？去县城是为了让她能真正过几天舒心日子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把地里的事儿弄完，就去县城找你们。娘，等到了县城安顿下来，我想和您一起回一趟外祖家，去看看外祖父和舅舅他们。渊儿，你方才说的是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娘，儿子如今中了县市暗手，在县城也能置办一套房产，有了些许薄名，咱们家算是挺直了腰骨。这些年您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和明泽，受了太多委屈，吃了太多苦，儿子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如今儿子出息了，就该让你也扬眉吐气。回外父家，不是去求恳，不是去诉苦，而是堂堂正正的回去。好渊儿，我的好渊儿。好，就听你的。等过了年，咱们就回去。你也该去认认门，给你外祖父和舅舅们磕个头了。是明渊哥，明渊哥回来了。状元郎来了！我娘说了，明渊哥是咱们清河县的文曲星下凡。状元郎，你考状元难不难啊？状元郎，莫要胡说，我只是侥幸中了县市暗手，距离状元还差着10万8千里呢。明渊，进来。学生拜见先生。外面的状元郎叫得好不热闹，怎么，这才刚进县学的门，心就服了？学生不敢，
学生深知学海无涯，县试按手不过踏入科举的第一步，往后的府试、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一关更比一关难，学生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。起来吧。谢先生。你有这份心，老夫便收下了。只是这东西太贵重了些。先生教诲之恩何止千金，这点微末之物不过是学生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先生不要推辞。家里的事都处置妥当了。回先生，学生已经做主分家，田地交与三叔打理，过些时日便接父母一同去县城安顿。也好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去了县城，入了府学，你便算是真正踏上了青云路。县学之中卧虎藏龙，不乏家学渊源、才思敏捷之辈。你虽有县试按手之名，却万不可因此自傲。你要沉下心来，将根基打得更牢，才能在来年的府试中再下一城。学生谨遵先生教诲。这本《山河地理注》是老夫年轻时游学所得的孤本，里面不仅有各州府的山川形上，更夹杂了许多前人对各地风物人情的评注。你拿回去，闲暇时多翻翻。府试的主考官多为知府大人，或是他委派的同知、通判，他们的考题往往不会局限于四书五经，时常会旁评博引，考教学子的见识与格局。你若只知埋头背诵经义，不知天下大事，不知山川地理，纵有生花妙笔，也难免会显得眼界狭隘，格局不大。先生厚爱，学生没齿难忘。爹娘，先安顿下来，宅子的事我已经托人去办。屋主急着出手，连文书手续一口价45两。爹，咱们回去接娘和明泽。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哥，这也是咱们的新家吗？那是爷爷留给我们的房子，这是哥给我们买的家。东厢房向阳，也更宽敞些。爹和娘住那间，我住西厢房便好。不行，这间最大最好的必须是你的。你如今是按手，往后要考举人、考进士，读书做学问最是耗费心神，断不能在住处上委屈了你。我和你爹住西厢房，明泽性子单纯，南厢房先给他留着，剩下的这间正房就给你温习功课、存放书籍。就听你娘的，你娘说对，只管安心读书，只要你能有出息，我和你娘就算睡在柴房里，心里也是甜的。好，我听爹娘的。当家的，咱们带来的只有些衣物细软，这被褥、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都得重新置办。你现在就去街上采买些急用的回来，今晚我们就在新家开火。哎，好嘞。媳妇儿渊儿，快来搭把手。哥，今晚能不能吃点肉？好，吃肉。渊儿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陪爹喝2盅。请问此处可是陆按手府上？正是。您是？在下高家府学主事，姓钱。听闻陆按手天资聪颖，特来相邀。快请进。陆明渊，我家学社大人爱才，特命我前来。你若愿入我高家府学，有3个条件：其一，入学束修笔墨纸砚一应全免；其二，每月亦有文银2两奉上；其三，待你考中秀才，若想继续精进，府学可出资送你前往省城乃至京师拜访名师，祝你科举之路一帆风顺。多谢先生美意，也多谢贵学教大人的看重。只是学生心意已决，不打算入任何府学。你说什么？渊儿，你疯了！这么好的事儿，学生谢过先生好意，但确实无意入学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错过了今日，你将来可莫要后悔。学生心意已决，绝不后悔。好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走。先生，爹，不必去了。你这后生，你
你知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？这可是高家府学呀！老朽林家府学夫子冒昧来访，敢问陆按守可在家中？陆按守若愿入我林家府学，束修学费尽免。他日金榜题名，我林家必将倾力相助。学生见过先生，先生厚爱，学生愧不敢当。若林家府学不弃，学生愿入学就读。不骄不躁是块读书的好材料。老朽姓周，单名一个李字，天为林家府学夫子。日后你称我周先生即可。这是我府学的入学文书，你且收好。3日后，你可凭此信前来府学报到。府学卯时开课，午时散学，下午可自行温习，也可去藏书楼借阅典籍。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好，那老朽便不多叨扰了，在府学静候按守大驾。恭喜陆兄教出如此麒麟儿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渊儿，你为何选了林家，却拒了那高家？高家背后可是县尊大人，我们得罪不起呀！你还记得村里的赵夫子吗？赵夫子，自然记得，那可是咱村里最有学问的人。我参加县试之前，曾去拜会过夫子。林家乃是书香门第，底蕴深厚，更重育人。赵夫子是我的入门恩师，他不会害我的。原来是赵夫子的意思，那就没错了。赵夫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他让你这么选，就一定有他的道理。爹懂了，爹懂了。孩儿他娘，快，渊儿要去林家府学念书了，咱们快给他收拾东西。着什么急？还有3天呢。衣裳要选粗心的，书本笔墨也要备齐了，不能让渊儿在学里被人小瞧了去。哥，爹和娘是在给你收拾行装，你要去府学了吗？哥不是离家不回，是要去府学读书，学更多的经义文章。去府学读书？那我也想识字读书，将来也能帮家里。好，等明泽安顿下来，哥也送你去读书。爹娘，东西不急着一时收拾完，我想先去一趟县里的汉墨轩。去书铺做什么？之前与汉墨轩的林家少爷有些合作，如今县事已了，也该去与他商议一下后续的事情。好，那你快去快回，万事小心。若把石猴记作者就是陆按守的消息放出去，销量还能翻上数倍。不可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此事还请林兄替我保密。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原来你入的是我林家府学，府学里的门道，我替你打点清楚。陆按守这身行头，未免太寒酸了些。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忧道不忧贫。衣衫不过蔽体，学问方是立身之本。你便是陆明渊？学生正是。大学首句为何？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何谓明明德？而知迄今所皆人具不貌，以具众礼有时而昏。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，以复其出也。孟子尽心上言：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又言：存其心，养其性。尽心与存心有何系同？学生浅见，存心者是固守本心，不为外物所移，乃守成之功。二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来人，速去请三爷过来，就说我这里有个学生，我教不了。你就是陆明渊，不必拘谨，坐下说话。《山海经》所载冠匈国，其人胸有大洞。若以医家经络之学论之，此洞当在何处？回先生话，这几本书学生都未曾看过，不知如何作答。好，你随我来。你不用紧张，我只想知道你入学之前都读了哪些书，如今学到了何等地步。学生这3个月来苦读了4书5经，略读了诸子百家过几卷，哪些已熟背，哪些已精读，学生心中有数，但于杂学、地理等尚未涉猎。仅仅3个月，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，竟读完了旁人10年寒窗也未必能啃完的书卷，而且并非囫囵吞枣，而是真正理解消化了。此子莫非拥有过目不忘之能？这些是前人对禹贡和水经的地理注解，你先拿去看。经义是你之长，但不可偏废。为学者当胸有丘壑，放眼天下。另外，从今日起，你每日需巩固一本圣人经义，温故而知新。我会每日考你的进度。学生遵命。爹，县城里机会多，您可盘个小营生，别再只靠苦力。娘的纺织手艺也不该给人做零活，我们自己开小作坊。我一个庄稼人，哪会做生意？钱放着不会生钱，变成营生，家里才有长久着落。我读书在外也能安心。听渊儿的，咱们不能拖累他。为学者，
当胸有丘壑，放眼天下。知天下，方能治天下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陆明渊，三爷请你去一趟书房。坐，昨日回去睡得可好？谢先生关心，学生睡得安稳。这是你入门恩师赵夫子的信。昨日我还在想，是何等名师才能教出你这般的弟子？看了信，我才明白，是我林家浅薄了。爹，县城里机会多，您可盘个小营生，别再只靠苦力。娘的纺织手艺也不该给人做零活，我们自己开小作坊。我一个庄稼人，哪会做生意？钱放着不会生钱，变成营生，家里才有长久着落。我读书在外也能安心。听渊儿的，咱们不能拖累他。为学者，当胸有丘壑，放眼天下。知天下，方能治天下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陆明渊，三爷请你去一趟书房。坐，昨日回去睡得可好？谢先生关心，学生睡得安稳。这是你入门恩师赵夫子的信。昨日我还在想，是何等名师才能教出你这般的弟子？看了信，我才明白，是我林家浅薄了。赵夫子在信中言明，你有过目不忘之能，此等天赋万中无一，若以寻常教法代之，反倒是耽误了你。我林家府学虽在江陵县颇有威名，但毕竟池子太浅，养不下你这条真龙。他既有此安排，我林家便不自取其辱。不过在那位先生到来之前，这府学你仍可来。科举应试的章法，诗文的格式，这些俗物我们会倾囊相授，为你铺平这第一步路。赵夫子究竟为我找了怎样一位老师，竟能让林三爷如此敬重，甚至说出不自取其辱的话来？你之才学，已非按手二字可以局限。此次府试若无意外，魁首之位非你莫属。学生拜见赵夫子。哈哈，起来起来，好，好啊！进城1个月，精气神儿都不同了，更挺拔了。先生，您慢用，你们师生聊，我去准备晚饭。坐，让我考教考教你，看这1个月是在林家府学里用功苦读了，还是被县城的繁华迷了眼，把学问给落下了？学生不敢懈怠。我且问你，前朝大儒曾言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回夫子话。学生以为顾先生所言之责，在天下，其责重于涮山，非大义力、大智慧者不能担；而张尚书所言之责，在吾身，是为人子之孝，为人臣之忠，为人友之信。其责始于毫末，人人皆可为，也人人皆当为。前者是道方向，是读书人仰望的星空；后者是树，是根基，是吾辈脚下的土地。二者一体两面，缺一不可。好一个一体两面，缺一不可。我原以为林家府学能教你为文之法，应试之巧，便已是幸事。你的心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，也看得远得多。明渊，我今日来不只是为了看你，更是为了一件关乎你前程的大事。但是我要许你的不是经义文章，而是府试的注意事项。府试与县试已是天壤之别，县试考的是一县之才，而府试考的是整个杭州府。你虽有天纵之才，却也不可有丝毫轻慢之心。更要紧的是考官。此次府试主考官乃是杭州知府周大人。周大人，不错，这位周大人出身翰林，学问自然是极好的。他此生最爱之事便是山川地理、经世致用之学。山河注异域文件录、国朝经世录，这1个月来看的杂学，竟全成了伏笔。所以此次府试的题目极有可能跳出四书五经的科句，会旁言博引，结合乃曹运盐铁等实证来出题。但还不够，最课最重实干，但落脚处最厌浮夸。你的文章也绝不能可以高远，写那些假大空的锦绣文章，那样的文章在周大人眼中一文不值。学生谢夫子指点迷津，此恩明渊永世不忘。痴儿，快起来！老夫不过是惜才，见不得你这样一块好玉因无人指点而被埋没了。你我师生一场，不必如此多礼。先生，天色已晚，您远道而来，可千万要在家中用了晚饭再走。
不必了，不必了。说完了正事，我也该回去了，就不叨扰你们一家了。夫子万万不可！学生腹中尚有诸多疑难，正要趁此良机向夫子请教，一顿便饭而已，还请夫子万勿推辞，也给学生一个尽孝道的机会。既然明渊如此盛情，老夫今日就厚着脸皮叨扰一餐了。太好了，先生您和明渊先聊着，我去叫他爹，让他去街上买些上好的牛肉和精米回来，今晚定要好好招待先生。曾闻，弟妹，明泽也是块璞玉，若你们愿意，老夫也愿教他读书识字。夫子，坐吧。不错，大有长进。这篇文章立论高远，论据详实，落脚处也颇为务实，可见我白日里的话你是真的听进去了。只是这书法，你的字比例沉稳，筋骨已现，尤其是这几个转折之处，力道拿捏的恰到好处。若是不知情的人看了，定会以为是禁云书法10余年的老手所书。谁能想到你满打满算习字不过2个月光景，这等天赋当真是羡煞旁人。有此文才，再配上这首足以让考官赏心悦目的字，府试稳了。学生定不负夫子厚望。诸位学子，府试在即，路途遥远，学府已为诸位做好了安排。明渊，快，娘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里面是5件换洗的衣裳，都是娘新给你做的，还有你平日里最爱看的几本书，路上解闷用。这里是20两银子，你拿着。出门在外，万事都要用钱，千万别省着，该花的就花，别委屈了自己。娘，这是做什么？你这后生不懂，财不露白，这银子缝在里衣，贴身放着，最是稳妥，省得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，被那起子毛贼给摸了去。到了杭州，要按时吃饭，别只顾着读书，把身子熬坏了。娘，时辰快到了，再不走要赶不上商队了。去吧，去吧，路上万事小心。渊儿大了，总要出去闯的。你放心，有林家府学的夫子们跟着，还有那么多护卫，没事的，定能平平安安的。3日后入贡院，切记守规矩。杭州府，我来了。这不是温习，是打磨，将所有学识磨成最锋利的剑，将你们所学尽数发挥，剩下的交给天意。开考！金风动玉修，莫咏9天秋。笔至3山外，文成5凤楼。蟾宫出折桂，云露已持油。莫道青山薄，今朝第一流。这么快，是胸有成竹，还是自暴自弃？这诗，好大的口气，建立在绝对才华之上的自信。怎么回事？此子才情过人，诗词意气风发，分明是为魁首而来，面生得很，显然不是杭州府人。难不成今年的格局要被这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打破？不过真正决定高低的，还是最后的策论。继续巡视，莫要打扰考生。杭州府户繁田少，朝堂上一派主张大书漕运，一派力主开放海禁。这题目将2者置于对立，逼着考生做非此即彼的选择。但这道题简直为我量身定做，漕运与海禁当真水火不容，漕运为骨，海运为义，方能撑起真正的繁华。不选，我全都要。漕海之争非利弊之辩，实为体用之决。臣以为漕运为国之经络，海运为民之血脉，
经络以固本，血脉以活体，二者非但不悖，实乃相辅相成，一体两翼。好大的气魄！满场考生都在找2选1的最优解，唯有此子开篇直接掀了棋盘，站在全局俯瞰，肯定漕运固本，直言其耗费民力之弊，又从平粮价、利经商、充国库3层剖析开海禁的利益，这见解已超越寻常书生。世博提举司，传引，抽分，以商治商，成立海贸工行，这哪里是学子策论？这分明是直接呈送御前，足以改变大前国策的万言书。草海一体之策若行，不出10年，东南才变，当冠绝大前。此子绝非池中之物，这杭州府乃是整个浙江的文坛格局，要被这青年彻底改写了。何事喧哗？开篇即破题，高屋建驴犊，这绝非寻常考生的见识。这等气魄眼界，便是当朝大学士也未必能有。税收分配、商行监管，算上陈思2炷香功夫，竟写就这篇1000字策论，字字珠玑。这青年究竟是何等精才绝艺？果然是个泥腿子出身，不过是现实运气好罢了。策论命题深奥，乡野村妇终究是上不得台面。时间已到，所有考生立刻停止答题。巡考官听令，立刻下场维持考场秩序，禁止考生再有半分执笔。停笔！停笔！再敢作答者，以舞弊论处，革除功名，永不录用。求求大人了，再给小生片刻。小生一生心血皆在此文，大人开恩啊！小生尚有数句未曾写完。这便是科举，人世间最残酷也最公平的晋升之道，没有半点温情可言。府试重榜已是板上钉钉，唯一的疑虑便是能否一举夺魁。夫子有所不知，陆献魁不到1个时辰便停笔了。策论讲究时政方略，乡野出身哪里写得出来？明渊，你当真提前收卷？学生已尽力而为。今日这等文章批阅多了，着实有些让人乏味。陈大人，今年考生的水平似乎与往年并无太大差异。是啊。咦，这个试卷有些意思，这字便是不俗。观其运笔，老辣而又不失灵动，绝非寻常青年能够写出。再看默写，默写全对，一字不差。是啊。这份基本功足见其平日苦读之功。金风动玉朽，莫用9天秋。笔至3山外，稳成5凤楼。了不起，了不起呀！何止是不俗，这哪里是青年诗作，分明是大家手笔。这等气魄，这等比例，真是青年意气风发，何止魁首？依我看，此等文采，此等抱负，我杭州府今年说不定要出一个科举状元了。状元之才，状元之才啊！草海之争非利弊之辩，实为体用之祸。臣以为，漕运为国之经络，海脉为民之血脉，经络以固本，血脉以活体，二者非但不悖，实乃相辅相成，一体两翼。魁首，状元，不，此乃宰辅之才，宰辅之才啊！陈大人，此事重大，当速速汇报知府大人，请他定夺。诸位，立刻将所有考卷收拢，严加看管。我亲自去见知府大人。陈峰，身为府试主考官，阅卷期间竟敢不顾规矩，擅离阅卷之所，擅自将考卷带出。大人，您看，卑职敢断言，此乃今科府试之魁首，甚至他日，大人亦可凭借此卷一飞冲天，风格拜相，光耀门楣。陈峰，你莫不是被这连日的阅卷给冲昏了头脑？若我杭州府真有能助本府风格拜相的旷世奇才，又何必劳烦圣上将本府从京城请出，来这江南坐镇一方？注意仪态，堂堂主考官如此失态，成何体统？呈上来吧。墨色如漆，笔力沉稳，绝非寻常青年能够写出。默写全对，一字不差，足见其平日苦读之功。金风动玉修，莫咏9天秋。莫道青山薄，今朝第一流。震撼！莫道青山薄，今朝第一流。这何止是第一流？这分明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绝顶才华。草海之争，非利弊之辩，实为体用之祸。
臣以为漕运为国之经络，海脉为民之血脉，经络以固本，血脉以国体，二者非但不悖，实乃相辅相成，一体两翼。这是何人的试卷？立刻将他请来，本府要亲自见他。回大人，此子名叫陆明渊，乃是湖广省江陵县人士，亦是荆轲江陵县县市魁首。卑职敢在断言，此文若能呈入京都，传入圣上预览，莫说一个区区府试魁首，便是封侯拜相，亦是等闲。此文诚然惊世骇俗，然你可知，这篇策论只有寥寥1000余字，1000余字固然能阐明大义，点破玄机，可若想在朝堂之上立足，若想堂堂正正的呈入御前，有些笼统了。若现在便将其呈递上去，小阁老必然会将其拦下。届时他只需稍要点缀，润色文字，扩充篇幅，办成他自己的功劳，然后呈送御前，以此博得圣心。大人所言极是，卑职一时激动，考虑不周，还望大人恕罪。这岂不是莫大的罪过？这等事情，本府绝不能允许。那样的才华，绝不能为那等卑鄙小人所用。此文章自然要呈上去，但绝不能让小阁老占了便宜，更不能让他以此为由打压异己。以他如今的见识，可否将此篇策论扩充完善，使其更具可行性与说服力？卑职遵命，大人英明。你立刻带着本府的腰牌前往林家府学，召见府学学子陆明渊，务必立刻将他带来知府衙门，切记不得有任何耽搁。敢问周夫子，陆明渊何在？知府大人有令，速速将其召至衙门。敢问差爷，可是陆明渊犯了什么事？非也，知府大人有急事相召，具体何事，下官亦不知晓。还望刘夫子莫要耽搁，速速寻人。快去寻陆明渊！所有人都给我出去找，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陆明渊寻回。知府大人召见，快随我去府衙。晚辈陆明渊拜见知府大人，拜见陈大人。你那篇策论论大前击毙与革新之策，是何人教导？又或者是你一人所写？是我一人所写如何？有人教导又如何？好一个如何！若是有人教导，你直说便是。如此大才，岂能埋没于乡野？但若是你一个人所写，那便更好了。你便将这篇策论的其余部分，那些寥寥千字未能尽述的方略，好好说上一说。本官同样以杭州知府之名，以我周泰的性命为保。若是你说出了实论，说出了足以治国安邦的方略，本官保你一个3甲进士，甚至是那状元之位，也未必不能争上一争。大人此言当真？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本官以一府之印，4品之身，岂会与你一个无名后生戏言？大人，学生策论之中所言草海一体，其核心并非简单的二者并举，而在于明确其体与用，定其公与私。何为体？国之根本为体。凡朝廷调拨之军粮、官俸、赈灾之粟，皆由漕运承之。朝廷当顾漕运、郡河道，优待漕族，使其成为一条稳固、高效、完全由朝廷掌控的官道，此为固本之策。那何为用？民生百业为用。海运风高浪急，利后亦显大，非朝廷所宜亲自涉足，当尽归于私，归于天下商民。朝廷所要做的，不是下海与民争利，而是立规矩，设官甲，收其税，引万国之财，以控笔济民生，此为开源之法。公私分明，体用各异，说得好。但你策论中所言，欲进则利，欲后，欲后则人欲铤而走险。此言虽是至理，然海寇之患，历朝世代皆为心腹大患。大人之忧，在于将商与寇视为一体，以为商船多了，海寇便会多。然学生看来，二者实为死敌。这海上之寇所劫掠者为何？不正是那些往来贸易的商船吗？海上最渴望海疆静平航路安稳的，不是朝廷，而是那些将身家性命都压在船上的海商。海寇断的正是所有海上的财路，所以学生之策名为以商治商，实为以商治寇。朝廷只需做3件事：其一，立市舶司，发船引。有了这层身份，他们便与那些打家劫舍的海寇划清了界限，成了官府可以团结的和利用的力量。其二，设海贸公行，令其自主护卫。朝廷不必耗费巨资打造庞大水师，只需明文规定，凡入公行之大商，必须按其船队规模配备一定数量的武装护卫船。这些护卫平日里护卫自家商船，一旦发现海寇踪迹，公行便可自行组织联合清剿。如此一来，海商剿寇既是保家，亦是为利，其积极性远非懒散的官军可比。其三，水师之责在于微清剿，其存在的意义是告诉所有海商与海寇乃至南洋诸国，这片大海上最终的规矩由我大钱所定。好一个以商制寇，好一个水师威慑。
老夫宦海沉浮20载，自问也算见过些治世之才，却从未有一人能如你这般将这天下大局剖析得如此通透，如此一针见血。说吧，你的老师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是治意的阁老，还是隐居的名臣？大人谬赞了，学生并无名师，所学不过是些杂书，加上自己的一些胡思乱想罢了。你这若是胡思乱想，那满朝公卿的奏折岂不都成了涂鸦之作？也罢，你既不愿说，本官也不强求。你虽年轻，然胸中丘壑远胜老夫。璞玉须得良将雕琢，你这等惊天畏地之才，若无名师指引，岂不可惜？本官有一位恩师，乃是3朝元老，如今的太子太傅帝师文仁公，他老人家最喜提携后进，尤其欣赏有实战之才的年轻人。你若愿意，本官愿修书一封，亲自送你入京，引荐你拜入文老门下。有他老人家为你师，你这状元之位便是板上钉钉之事。多谢大人厚爱，只是学生不能答应。为何？因为学生已有承诺。我的入门恩师陆家村的赵夫子曾与学生有过约定，赵夫子与我有启蒙之恩，更有再造之德。陆家村，赵夫子，原来是他，怪不得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你可知，你那位赵夫子要为你引荐的老师是何人？林巡抚之才横在我之上，为人之风骨更是我辈楷模。如此说来，倒是我多此一举了。不过陆明渊，你以为你还需要等到院士放榜中了那头名之后吗？你且先做好准备吧。多谢大人告知，这是本官的私牌，见此牌如见本官亲临，在杭州府地界，凭此腰派可出入任何官衙，调动府衙差役，无人敢拦。你这几日莫要跑远了，你策论中许多细节，本官还需时时向你请教。学生遵命。大人，此子非池中之物啊！从此刻起，派2名最得力的亲卫暗中保护他的安全，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。传本官令，自今日起，府衙闭门谢客，一切公文俗务皆由同知通判代为处置。若有紧急军情，再行通报。遵命。陈峰、严默，是大人。肃静！大前开科取士，为国选才，乃朝廷盛典。榜上有名者，当再接再厉，为国效力；名落孙山者，亦不必气馁，勤学苦读，来年再战。今日放榜，务必遵守秩序，喧哗吵闹，冲击榜单者，杖20，发配充军。放榜！我中了，第42名是我！哈哈哈哈！爹娘，孩儿不孝啊！第7名陈子修，是陈兄。现在宣读本次府试前3甲：第3甲杜文远，第2甲林博文。本届府试，杭州府魁首江陵县陆明渊。有黑幕！知府大人曾秘密召见陆明渊，这定是舞弊。若恩师真要徇私，为何不把魁首给我？你污蔑主考构陷同科，该当何罪？拿下，押入大牢，听候知府大人发落。博文心服，却意难平。敢问师从何人？村中赵夫子启蒙而已。府试结果若有不服，可去府衙鸣鼓，不必向我证明。陆公子，知府大人有要事相商，请随本官移步府衙。晚辈陆明渊，拜见知府大人。程运，把门关上。是，大人。今日请你来有2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恭喜你高中本次府试魁首。你那篇文章，老夫与其余3位阅卷官皆评为甲上，无一人有异议。于公，你是杭州府200年来第一个非杭州府学出身的案首。于私，老夫平生最喜见的便是如你这般的青年英才，也当贺。学生惶恐，愧不敢当。能有今日些许成绩，皆赖村中赵夫子启蒙。好一个不贪之功，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胸襟气度，难怪能写出那等格局的策论。这便是老夫要与你说第2件事了，同样是恭喜你，即将有爵位在身。你策论中所言，开海运以补漕运之穷，引商税以充国库之虚，此16字诸暨，直指我大前立国100年之沉疴。此非定国安邦之策，又是什么？前几页，本官通宵未眠，将你的策言精要，连同我的一些补充，整理成了一份万言奏哨。天亮之时，便已用800里加急发往京城，直呈御前。本官已写明，此册首功在你陆明渊，本官更为你请功，以你此册之功，若圣上与内阁诸公看得上眼，
一个世袭罔帝的男爵是至少的。陆明渊，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。我出现了幻觉吗？大人竟然为了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，一篇俯视的策论，就用800里加急上诉御前，这已经不是破格了，这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一场豪赌。凡府事魁首，杭州府赏银1000两，以资奖励，此为规矩，你放心收下。多谢大人。公就是公，此册首功在你，谁也抢不走。此子究竟是何等妖孽！明渊啊，你可真是为我们林家府学，为我们整个江阳县争了一口天大的气呀！我林家府学向来有奖学金的规矩，这是500两纹银，算是府学对你的一点心意，望你再接再厉，在院士之中再创佳绩。三爷，这是规矩，是我们林家府学对人才的敬重。你若不收，便是看不起我们林家了。如此，便多谢三爷厚爱了。渊儿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收了。回来啦，爹娘，我回来了。爹娘，这笔钱用来开家业，娘可以盘下铺子做魁首坊，爹可以开饭馆或熟食铺，家里不能只靠我读书吃老本。我一个种地的，哪会做生意？会的，我会替你们把路子想清楚，剩下的慢慢做。这1000两是官府赏赐，是孩儿以后求学婚长之用，绝不妄动。500两是林家府学奖励，交给爹娘开创家业，你们日子安稳了，孩儿在外读书才能没有后顾之忧。人间烟火最值得我们分享这快乐。1500两，账本清清楚楚，你随时可以查。我信你，只是接下来我要备考院士乡试，话本更新需放慢，你要早做准备。功名是头等大事，叔父这边我自会安排。曾文，在外要好好照顾好自己，还有渊儿，一切以渊儿的学业为重。家里有你弟从志在，不用担心我老婆子。爹，该回去看看奶奶了，府事按手，也该回乡祭祖。娘，儿子不孝，这么久才回来看您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的好孙儿，你如今是文曲星下凡，身子金贵，哪能再行这般大礼？咱们老陆家祖坟上冒青烟了，终于出了一个读书种子，你爷爷的在天之灵也该安息了。渊儿，走，跟奶奶去给你爷爷上炷香，把这个好消息亲口告诉他老人家。孙儿名渊，幸不辱命，以重府事按手，特来告慰祖父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。这是渊儿他娘给您做的衣裳，这是城里最好的福元祭点心，还有这几匹布，您留着做几身新衣服穿。娘，我跟渊儿商量了，这次回来想在村里寻块好地，起一座大些的宅子。您看，哟，大哥这真是富贵了啊！又是起大宅子，又是接娘去城里享福，真是好大的孝心呀！可这孝心怎么就光想着娘，不想着你这唯一的亲弟弟呢？我可听说了，明渊中了府事魁首，官府奖励了1000两银子呢。1000两，那得是多少钱啊？大哥大嫂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，住着大房子，我跟你三弟还有明文，可还在村里刨土磕子呢。外人知道了，还不是要戳着脊梁骨说闲话，说你陆崇文当了城里人就忘了本，连亲兄弟都不顾了。老三家的，你胡信什么？你大哥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他就是个老实头，可老实头也架不住身边有人吹枕边风啊。再说了，1000两银子啊，娘，那可是1000两。他但凡心里有我们这个家，手指缝里露一点出来，也够我们明文在县学里打点，舒舒服服的念书了。这不是忘了本是什么？我没有。三婶方才的话，侄儿都听见了。听见了又如何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们大房如今是攀上高枝了，哪里还看得上我们这些在泥地里打阿滚的穷亲戚？三婶说笑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
父亲与三叔是亲兄弟，血脉相连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何来高枝穷亲戚之说？三婶提及官府奖励的1000两银子，确有其事。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哪一桩哪一件不需要银钱打点？这笔钱是侄儿未来10年乃至20年的读书根基，一分一毫都不能妄动。不过三婶说的也对，我与明文哥同为陆家子孙，我如今侥幸先走一步，理应扶持兄长。父亲与三叔是兄弟，我与明文哥自然也是兄弟。明文哥如今正在现学苦读，若他明年也能考中府试，成为生员，不仅如此，往后5年，只要明文哥还在求学路上，他每年的花销都由我大房一力承担。侄儿愿意替明文哥出这5年的束修，是尽我做弟弟的一份心意，也是希望明文哥能心无旁骛，专心攻读。但若是5年之内，明文哥还未能通过院试考中秀才，那便只能说明明文哥或许在读书一道上确实时运不济，又或者不够勤勉。不知道三婶认不认可侄儿这番话？好了，从文从志，你们是亲兄弟；明渊、明文，你们也是亲兄弟。但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路终究还是要自己走。老三家的，你以后也少说些有的没的。你们要做的是回去好好督促文文读书，而不是在这里嚼舌根子，丢人现眼。曾文，你是个好大哥，但有时候心肠太软不是好事。你是长子，这个家你要能撑得起来。是娘，就这么定了，往后谁也不许再提。若是让我听到村里有什么闲话，说老大一家不顾兄弟，我第一个不饶。这5年的束胸不过110两银子，对我而言，甚至抵不上汉墨轩1个月的利润分红。渊回来了吗？明渊侄孙在家吗？族长，几位叔公，快请坐。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从文呀，我们是来请明渊去祠堂的。去祠堂？对，明渊高中了府试按手，此乃我陆家村100年未有之荣耀，理应去祠堂祭告先祖，将这份喜事上禀于列祖列宗。祭祀已毕，明渊，你可知我们陆家村的根在何处？我们的根在千里之外的清河郡。清河郡？没错，我们是清河陆氏的分支，大前王朝7大世家之一，赞英氏族书香门第的清河陆氏。族长，这是真的，我们是那个清河陆氏的人。这上面供奉的，便是我这一支的先祖。当年先祖年轻时沾染了赌博的恶习，败坏了家风，输光了家产。终于明白，为何父亲乃至整个陆家村都如此执着于科举。这不仅是为了光扬门楣，更是为了回家。族长，被逐出宗族，可还有回去的可能？有，祖训有云，被逐出的分支，若后辈之中能有人考中进士，光扬门楣，便有资格持族谱返回清河，认祖归宗。明渊，你县试、府试都是按手，只要你中了进士，我们这一支就能堂堂正正的回到清河，就能将先祖的牌位重新请回陆氏本家的祠堂。明渊，这是我们陆家村100年来的夙愿啊！族长放心，父亲放心，孙儿明渊定不负所托。论语，论语成轩，上外尊己也。明渊哥，毛躁什么？回去把《论语》再抄10遍。先生。明渊，你来了，坐，快坐。学生见过先生。我早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，县试按手已是难得，没想到你竟能再夺府试按手，哈哈哈哈！好，痛快！都是先生教导有方，若非先生当初提醒策论，学生也不可能写出那篇文章。这份功劳，先生当居首位。哎，明渊，你也不必过谦。你的那篇文章为师虽然无缘得见，但其中的分量我却是知道的。能让杭州知府周太大人连夜写就奏折为你请赏，这已是天大的殊荣。更何况这份请赏的奏折，竟是请动了胡宗宪胡步堂亲自上书朝廷。胡步堂，明渊，这意味着你的文章不仅写得好，更说到了胡步堂的心坎里，得到了他的赏识，前途无量，前途无量啊！明渊，学生在。去，把房门和窗户都关上。为师有些要紧的话，要与你单独说。明渊，我之前与你说过，要为你寻一位真正的名师，此事如今有眉目了。为师为你寻的这位老师，乃是当今的江苏巡抚林汉文，
林大人。江苏巡抚，那是从2品的封疆大吏，跺一跺脚，整个江南都要震动的人物。先生怎么能与这等人物扯上关系？说来话长，我与林大人算有些渊源，你知晓便可，不必深究。昨日我收到林大人的亲笔信，他过几日因公务来杭州府，会顺道来咱们江阳县一趟，祭拜先祖。祭拜先祖？不错，林大人这一脉祖籍就在江陵县，与城里的林家算是同宗同源。这次他除了祭祖，更重要的便是要亲眼见一见你，他未来的弟子。过几日，林大人会亲自考教你的学问。明渊，此乃千载难逢的机缘，这几日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将你毕生所学好生梳理一遍，做好万全准备。这或许是你科举之路上最重要的一场考试。你数着星子，叫我人放下。哈鸟不已珍藏，锁着岁月吗？我头把线团藏进离沙。痴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我师徒一场，我既引你上了这条路，便有责任为你多铺一块垫脚的青石。我与汉文兄曾是同窗，更是知己。那时我2人月下对酌激扬文字，都以为能为天下做番事业。后来我离京，他青云直上，这情分虽在，但人走茶凉。我这次修书于他，请他收你为徒，却是耗尽了这最后一点同窗之谊了。汉文兄此生从未收过任何弟子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可明白？学生明白。所以他必须要亲眼看一看你，考一考你。当初你为了铭文的前程，甘愿放下学业回家种地，这份担当我已在信中为你做了担保。我相信汉文兄定会欣赏，剩下的便是你的才学了。你无需紧张，也无需藏拙，那份策论他来杭州府一定会看过。只要你能拿出真才实学，让他看到你的价值与潜力，他便一定会收下你。先生放心，学生定不负先生厚望，也绝不会让未来的老师失望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没有看错人。哥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是不是就是村口池塘傍晚的样子？明则只听过一遍，竟能记住并联系眼前景象，这天赋不该被埋没。明日起休沐3日，所有学子各自归家。该来的终于要来了。赵夫子怎么会在这里？先生，你回来了。先生可是为林巡抚之事而来？你这后生果然聪慧，不错。汉文巡抚今日已抵达江阳县，巡抚舟车劳顿，今日先回了林家祖宅，待他祭祖事毕，稍作歇息。亲自过来，快去把院子里的柴火堆挪一挪，码整齐些。明渊爹，屋里那张八仙桌，再用清水擦3遍。还有，把我那件压箱底的细棉布衣裳拿出来。娘，不必忙乱。先生说的对，林大人要看的是我，家里的样子朴素些，反而更显真诚。正是。从文、弟妹，你们不必惊慌，只需将家里打扫得干净整洁一些便可。巡抚大人要看的不是你们的家境，而是明渊这个人。待会儿可能会有一些官差先行前来查验，这是巡抚出行的惯例，你们切莫慌张，平常心对待即可。